听话，我可是你亲师妹啊！我可是你亲师妹啊！大人，就这么把玄儿送走好吗？人是你送的，玄儿，老实过完这一世，这是你的宿命。我不管，我要回去，不让我回我就死给你死不了。那这什么破地方？漏雨的房顶，缺角的桌子，半个碗漏底的杯子。每个月神时可以回来看看。我要人回来。大师兄，我真错了，我再也不用炸魂锅给你做饭，不拿剪刀地狱的剪刀剪鬼差头发，不在孟婆汤里兑水。想都别想。大师兄，大师兄！神尊，叶白就这么将玄儿送到人间，真的没问题吗？无妨，这丫头不谙世事，走一遭也好。1000年前的宿命，解释机缘就在人间，再拖下去，她魂魄会出大事。叶白有分寸，她一身本事都还在。走吧，回去复命。也叫被寻。大师兄真费傻，当朝太傅嫡亲孙女，自己儿子都管不好，难怪我被扔过来，生辰八字都一样。大师兄你可以啊！我操，丢了一魂！你让我来当傻子？小姐，怎么坐这儿了？冷吗？我自己穿就可以了，你先去将自己的一湿衣服给换下来。小姐，那个，您能不能再说一句话？一句就行。去换衣服吧。7年前被夫人救回来的丫头，深藏不露，而她那位已经过世的娘，也不是简单角色。人间这一世，好像也没那么无聊。小姐，您坐着别动，我去做点吃的。这贝承平还真是个彻头彻尾的狗男人，骗婚骗娶，见无利可图便弃如敝履。我那便宜娘也够死心眼的，死要面子活受罪。不过人逼到绝境反而聪明了，后手倒是留了不少。小姐，吃饭了，雨停了，一会儿我就去找人修房顶。也不用修太好，能用1年就成。1年后我们就离开这儿。贝承平，这笔账我替他们记下了，总有一天。说说吧，最近京都和太傅府都有什么动静？小姐说笑了，奴婢是被夫人所救，一直跟着夫人和小姐住在这村子里，从没出去过，怎么会知道京都和太傅府的事？我就是被寻，如假包换。华善姐姐，你在顾忌什么？华善姐姐，你不会是因为我娘不在了，就想把所有的产业和势力都据为己有吧？小姐，你误会了，奴婢绝无背叛之心，只是事情有些复杂，奴婢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跟您说。没关系，我有的是时间。今晚你好好想想，明天慢慢讲给我听。不过华善姐姐，你要听好，我要听的是全部，半点隐瞒都不要，就算是你自以为为我好的那种也不行。而且自从我清醒之后，我就发现我脾气好像不怎么好。是小姐，真的好了。这胎记，就算以后出现2个寻儿，咱们也都能一眼认出来。小姐，一会儿咱们稍作乔装，奴婢带您去个地方。哦。记住，没有总阁，我要这产业开遍4国，却无人能找到我。老天爷，傻一回就能变成这样，求您了，让我也傻一次吧，1次就行。主子，其实这次您不必亲自来，属下解决就行。我待的无聊嘛，过几日进了那太傅府，再想出来玩可就没这么方便了。崔珏也太小气了，下界第2天就追过来把生死簿抢回去了。启禀阎王，崔判官已经将生死簿带回，正在殿外等候。早知如此，1000年前就该把他踹下去。继续盯着，要是让我知道有谁被玄儿收买了，回来之后自己往油锅里跳。主子来了，一身红衣，血液拦路，必是无城阁主。那批货拼了！哟呵，认出我了，胆子不小吗？走啊，快走啊！走，本阁主等你们1晚上了。里头的人
还要我亲自清？这大雪天的，真不想伸手，太冷了。你就是那个虎啸寨寨主虎大力？哦，对，虎大力，劫我无城阁的货，害本阁主大晚上在这吹冷风，这笔账咱们怎么算？阁主若肯放我一马，虎狼该愿归还一半货物。一半？说你白痴还真不冤枉。听好了，我不是来讨价还价的，是来通知你的。1个时辰前，你在望春楼跟舞娘眉来眼去的时候，我们无城阁的货已经全拿回来了。毕竟吴天狼与九睚眦必报，绝不吃亏。现在啊，你们那个寨大概就只剩下个大门了。如果你们有大门的话，今日既然遇上，我可不怕，那就看看谁更胜一筹。就你也配我主子出手？来吧，姑奶奶华善，到了地府记得报我名字，别找错了人。主子，回吧。华善，你听到什么没？没有啊。快跟我走，有人打架，瞅瞅去。主子，那人好像受伤了。不是受伤，是中毒，而且不是一般的毒，半个时辰内解不了，人就凉了。要救吗？我只是来看热闹的。姑娘，今日若能出手相救，他日必当以命相报。又被发现了。主子，您刚才说话没收音。好吧，我下次注意。我要你的命做什么？没意思。还看我？你再不努力，你家主子就要毒发了。麻烦姑娘了。喂，我好像没答应什么吧？你们还真是不要脸！滚远点儿，别弄脏我衣裙。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件，去帮他们解决了。多谢姑娘出手相助，可别谢我，要谢就谢你们的厚脸皮吧。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我们绝无冒犯之意，只是想报答。你们再报答一会儿，你们主子可真没气了。这男子命格不凡啊！是哪个品子来着？不管了，蒙一个吧，反正都是好东西。扶他坐下。能让主子出血，可真是不容易。今日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怎么，就这么对待救命恩人？谢字每一个，还想折断我手腕？抱歉。阁下眼角的泪痣还挺好看，想必长得不错。既然没事了，后会有期。泪痣，他这是在威胁我。王爷，属下无能，请王爷责罚。不怪你们，此地不宜久留。可是您身上的毒，那丹药确实是好东西，一身红衣，暖炉杀人。无城阁阁主叶芝。主子，无城阁来报，半月前先帝驾崩，6岁太子继位。几日前，先帝贴身太监闯殿宣诏，遗诏封凤千巨为摄政王。主子怎么什么都知道？猜的？对，就是那个8岁上战场从无败绩，被先帝赐3万凤家军永不收兵权的战神凤千绝。他正在回京路上。还有件事，关系到主子。咱们快回京了。主子，您真的什么都知道？还是猜的？新帝登基，重孝道，已有好几个大臣因苛待发妻、虐待子女被训斥降职。最狠的那个，宠妾灭妻，逼死正室，直接被罢官赶出京都了。主子，估计太傅府的人很快就要来接您了。您那就回去呗。我也想看看那个所谓的亲爹，看见自己女儿不是傻子的时候是什么表情。华善，我知道你想报仇，不着急，慢慢来才有意思。哎呦，你这丫头拦着我干什么？我是来接夫人和小姐的。咱们大老爷一直都念着夫人和小姐，这不特地派我来接他们娘俩回府呢。当年夫人生产完，说是想找个清静地方养身子，非要来乡下，我们老爷使劲拦都拦不住，这才依着他把母女俩送来静养。老爷这几年身子不好，太想他们娘俩了。夫人、小姐，快出来吧，咱们这就回府。主子没发话，我得忍着，我得忍着。哎呦，这就是小姐吧？快让我看看。老爷想你想得紧呢。夫人呢？夫人在哪儿？你问我娘，在那儿呢，正看你们太傅府的笑话。小姐呀，您虽然从小就那个，但这话可不能乱说啊，这不是咒夫人吗？夫人，咱们回府了。夫人，您在哪儿呢？喊什么呢？喊什么？你在这叫魂呢？没听见雪儿说夫人在天上的吗？你们堂堂太傅府，把他们娘俩往这破地方一扔就是10几年，不闻不问。2年前这孩子的娘没了都不知道，还站这儿嚷嚷想念，呸！不要脸！当初施善还不在时候，夫人身边连个伺候的人都没有，身上没银子，还是托我把首饰拿去镇上卖了，才勉强度日。夫人心善，后来救了华善这丫头养身边，丫头记恩，夫人救了华善就一直照顾寻儿。你这个老婆子，怎么还有脸回来？小姐，咱们回家好不好？您爹
真的挺想您的。好啊，我也挺想看看我那个便宜爹是怎么想我的。不是要接我回去？不走？小姐，您不用收拾一下。这房子里面没是什么收拾我的。我们小姐不习惯跟陌生人共处，劳烦嬷嬷跟车夫一起做外面。哎，这母女俩命苦，虽说村里穷，可总比那吃人的太傅呼强啊。就是，寻儿病好才1年，也不知道能不能适应。小姐，那个府上今日有事，咱们还是走侧门吧。嬷嬷，虽然贝大人将我跟我娘扔到村里不管不问10几年，但我依旧是贝大人的骨血，是这太傅府的小姐。是嬷嬷说贝大人十分想念我和娘，才将我接回来的。可是为什么连大门都不让我走，让我走侧门？我娘已经不在了，我还不如回那小村子里去。那里虽然日子清贫，但好歹把我当个人看。怎么你一个嬷嬷还想打我不成？你们接我回府就是为了折辱我吗？当年将我们娘儿俩扔到乡下不闻不问10几年。一回来就想打杀我，你们一群黑心肝！太傅府的好日子到了，我娘可在天上看着呢。老大，如今朝中的形势你也知道，咱府里就你我2人在朝为官，新帝继位，千万不能出任何把柄。为父虽是太傅，新帝尊称我一声帝师，但那也只是表面，切不可骄傲。新帝跟先帝不同，他非常看重镇国公府，不日怕是要委以重任，所以为父今日一早就派人去接明子王母女了，估计再有一会儿就该到。我知道你当初为什么娶明子元，但你不该见她没有利用价值就那么对她。她再不跟娘家往来，她也是镇国公府的嫡女。这次他们母女回来，一定要好好安抚，别再惹出乱子。儿子明白。还有，让你那个妾室和他那个惹是生非的女儿先避一避。她虽是户部尚书的庶女，但到底比不过镇国公府，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不让你休妻，更不让你将那女人抬为平妻的原因。一旦你苛待他们母女的事儿传出去，你这官位也就做到头了，到时候为父也保不住。儿子定会。老太爷，不好了，不好了！出什么事了？不知道我在跟父亲谈事情。老爷，您快去府门口看看吧，大小姐回来了。回来就回来，把夫人以前的院子收拾出来，让他们母女住那儿。晚上我会过去看他们。不是老爷，您还是亲自去看看吧。到底出了什么事儿？老爷，大小姐她带着个男人回来的，这个孽女。当初生下来就该把她掐死。夫人呢？夫人没管着点儿。老奴没看见夫人，只看见大小姐。造孽呀！我身为太傅，竟没教好自己的儿子。都给我停下！老爷，大小姐她有什么事进来说，在府门口吵闹成何体统？大小姐脑子从小就痴傻，你们不知道，还不快扶进来！夫人，我娘已经离世2年了，贝大人这么想我们，居然不知道。你。这嬷嬷看我穿的破烂，怕我把太傅府的大门踩脏了，让我从侧门走。既然太傅府如此金贵，那我便不进去了。我回我的小村子去。虽说几10年没人过问，可胜在自由。是好事情吧坏事？为父刚才和你祖凤在书房谈事，从这么多年过去，为父真的很想你们啊。贝大人，您只要回答我一个问题，不管对错，我都跟您进去。你说，我叫什么名字？当初将我们母女送走的时候挺急的吧？连名字都没时间给我取一个。我叫贝寻，贝大人。看样子你还真是挺想我的。我住哪儿？大小姐，请随老奴来。夫人的院子一直空着，已命人收拾出来了。您住那儿行吗？那是什么地方？那浅月水榭是你娘在你还未出生时为你布置的。见过老太爷。见过贝太傅。你应该叫我祖父。我就住这里。也好，你住这里也全是全村娘的一片爱子之心。管家，命人收拾出来。老太爷，怎么？嫌大老爷我说话已经不好使了？不是，将这浅月水榭给2小姐住了。这么多屋子，他就非住这儿，去告诉让他换个地方，就说我说的浅月水榭以后就是大小姐的了。大小姐，这水榭里的样子还跟夫人在时一模一样，一点都没变，全都是夫人当年亲手布置的。当年夫人有一位闺中密友，后来嫁给了懂机关术的能人异士，这水榭就是夫人请他设计的，用的全是夫人的嫁妆。夫人当年说过，要给她的孩子最好的环境，远离纷扰。大小姐，您再看这湖水，这是从那山后的活水温泉中引过来的，所以即便在这寒冬也不会结冰。夫人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主子，对我们下人都很好，从来不会惩罚我们，最多只是训斥几句，哪像现在的。大小姐，咱们进去吧。这地方还真挺好的，是不是？是挺好的。如果将廊桥沉下去，任何人在短时间都上不来，非要硬闯，除了划船，就只能从后山绕。不过后线通哪里还不清楚，但不妨碍我们出去。对啊，环境好清静，一日3餐有人管，还有漂亮衣服穿。最主要的是不用自己花银子。走吧，华善姐姐，去休息。明日一早，烦人的人就该来了。主子，明日您还是收敛些，能动嘴的就别动手。如果一定要动手，让属下去，别让人看出什么。知道啦，我的管家婆。主子，湖岸边上骂了一上午的，就是这太府的2小姐，您同父异母的妹妹贝香梦，贝梦香。行吧，
让他再骂一会儿。咱们有早饭吃吗？有，水榭里有小厨房，属下已做好，这就给您端来。咱们去门口石桌上吃，顺便看戏，不然光吃饭多无聊。被寻是吧？你叫被寻是吧？你这个傻子，居然敢抢我的潜月水席！你知不知道，1个月前爹已将这里给我住了，说是提前送我的吉吉礼。你这个傻子，听见没有？我在跟你说话，我在跟你说话，我在跟你说话。华山，奴婢在，丢下去。是。你还是省几步吧，人马上就来了，不用你多跑一趟。香儿，你怎么样？是不是冷？伤到哪儿没有？怎么这么不小心掉湖里去了？这女人的段位比贝梦香高出不止一点半点啊！是这个傻子让他身边那个贱婢女把我扔下去的，要不是喷出滚油水，我就淹死了。娘，北巡，我是父亲。你可曾养过我一天，报过父亲的责任？所以贝大人，您这父亲2个字从何而来啊？你娘好歹也是镇国公府出身的，她就是这么教你规矩的。你有什么姿体我娘？贝大人和这位姨娘真是演了一出好戏啊！我就不像再骂了1上分你们都不知道，偏偏她被扔湖里的时候你们就知道了。还有，这是我娘用她的嫁妆给我建的水榭，没花海富府1文钱，你有什么资格将她送给你跟其他女人生的孩子，还要将水榭当做她的吉吉礼？你想的挺好啊，就像你给她起的名字一样，做梦比较香。老爷，就算是香儿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大小姐也不能将她扔湖里去啊！现在可是死人的。你叫金灵是吧？做妾就要有做妾的本分，庶女也要有庶女的样子。你听过哪家的庶女敢站在嫡女的院子门口骂一早上？你见过指着女鼻子骂她是傻子，摔人家茶杯？若是在别的大臣府里发生扇巴掌这种事，会怎么处理？哦，对了，你爹娘是怎么教你规矩的？一大早的都聚在寻儿这里干什么？都没自己的事情做了？父亲，这个孽女她怎么了？很好，被人欺负了就该狠狠还回去，难道还要送脸上去给人打不成？太夫妇来是什么意思？是我说的话不好使了？可是祖父，我有月将这水榭我做集结礼了。别说如今寻儿回来了，你要是真喜欢水兽，就让你娘也用她的嫁妆给你建一个，让你住进去，我绝无二话。建水榭，他要是建得起，还用让自己的女儿来这儿闹？当年明子云出嫁时，10里红妆绕京都1圈，那是整个京城都亲眼见过的。贝太傅要进去喝杯茶吗？好呀，那就麻烦寻儿了。贝太傅这次来是有什么事情要说吧？寻儿啊，你爹他当年只是一时糊涂，如今已认识到错误，日后定会好好对你。你放心，祖父保证，只要有祖父在的一天，就绝没有人敢欺负你。这太傅府你想怎样就怎样，想出去逛逛也可以，不会有人限制你的自由。听说你回来没带什么东西，这些银票你先拿着，看到什么？被贝太傅言重了，况且不是真心的东西，我要了恶心。至于我娘，我觉得她挺好的，这会儿估计已转世为人了。不管怎样，都比回到这个乌烟瘴气的地方要好。贝太傅，咱们明人不说暗话。我知道您想说什么，但我这个人吧，性子随我娘了，有些倔，脾气也不怎么好。以后在外面我不会特意去宣扬什么，但有人问起来，我也会如实说。至于镇国公府不日回京的事，那不是我要考虑，我更不会去编字事来全你们太府的颜面。毕竟我娘确实是受了天大的委屈。贝太傅，说谎将来是要下拔舌地狱的。谁敢让这小祖宗下拔舌地狱啊？他不拿钳子追着我们满街跑，就是佛祖显像了。这丫头聪慧是聪慧，这几年她是怎么过的？还有事吗？没事的话，我一会儿要出去逛逛。没事了，没事了，祖父这就回去。哦，对了，出门要用马车的话，直接让管家准备就好。我家小姐不喜欢跟别人共用一辆马车。啊，好好好。去，把大老爷给我叫到书房来。是。二没找我，你去找人去那个小村子里查查贝群他们几年是怎么生活的，隐蔽点。父亲，您是怀疑他被调包了？我只是好奇明子玉是怎么把这个孩子养大的，痴傻又是怎么好的。他的聪慧10个贝梦香绑在一起也比不上。还有，你最近在外面谨慎些，外面的流言蜚语幸好还没听到那心底耳朵。以后要是再传说出什么好话，咱们太傅府到我这一代就该结束了。儿子，回去好好管管你的妾室和你那没脑子的二女，别让他们再去招惹贝巡。如果把他惹急了，这事儿宣扬出去，你这官位也就到头了。新帝刚登基，正是杀鸡敬法不走的时候。是，父亲。那是谁的马车？好大的派头！你是刚到京都的吧？没看见马车上的牌子？那是凤将军的马车。凤将军，他不是在西北练兵1年才回来一次吗？你们还不知道，现在哪还能叫凤将军，该叫摄政王了。那凤将军这次回来，应该就不会逼欠了吧？我还听说凤将军今年年满20，洁身自好，至今未娶。这回回来，估计凤府的门槛都要被媒婆踩塌喽。还有啊，据说那凤将军长得连男人见了都忍不住多看几眼，也不知道是哪家的小姐能那么好命。主子，您要是实在好奇，我让米峰送一幅凤将军的画片来给您看，好不好？正好米峰现在就在京都，夜探凤将军府这种事，咱们就别干了吧，真扫兴。哎，你刚才说什么？米峰在京都？他在哪儿？咱们找他玩会儿去。他在咱们吴成阁名下的酒楼。
小祖宗，您怎么来了？有什么事儿让画蛇派人来说一声就行，怎么还劳烦您亲自跑一趟？主子，您这次来是有什么事情要交代吗？也没什么大事。无城阁你管理的挺好，不过大事没有，小事倒有一件。主子您尽管说，不管什么事儿，一定给您办得妥妥当当，包您满意。你去给我弄一幅奉千制的画像来，我要看看。主子，您说您要什么？我说我要奉千居的画像。主子，您要他的画像做什么？刚才在外面，我听百姓们说那奉千居长得连男人见了都流口水，所以我好奇，想看看。你看我干什么？有是有。别说奉千教，咱墨城阁连皇位上的小皇帝的画像都有，只是画像不在这里。主子要是想看，得等几天。行吧。对了，那狼虎寨怎么样了？主子，您怎么总是记不清名字？是虎狼寨，都按您的吩咐搬空了。别说，那寨子里好东西还真不少，也不知打劫了多少过路方商。老规矩，拿出一半放到学堂和赈济灾民。主子放心，属下明白。有话就说，我最看不得你这个样子，会让我想抽你。那个主子，属下最近还查到一件事。说吧，慢慢说，我不急。对了，让他们给我送盘瓜子上来，我一边嗑一边听。主子，瓜子要不就算了吧，依着我怕您一会儿把瓜子扣付茶脸上。到底是什么事儿？其他倒没什么，但有一件事，属下觉得还是该告诉您一声。那个主子，属下最近还查到一件事。说吧，慢慢说，我不急。对了，让他们给我送盘瓜子上来，我一边嗑一边听。主子，瓜子要不就算了吧，依着我怕您一会儿把瓜子扣付茶脸上。到底是什么事儿？其他倒没什么，但有一件事，属下觉得还是该告诉您一声。你看着我干什么？你倒是说呀！没见主子的手马上就要抬起来了。我说，就是我们查到，主子您和凤千玉其实是有婚约的。所以这个八卦居然是我自己。刚才可能是我喝茶的姿势不对，没听清楚。你再说一遍。主子，您和凤千玉有婚约。展开说说。是这样的，凤千觉得爹娘是青梅竹马，很早就成亲了。夫人嫁人和凤夫人沈碧寒曾是闺中密将，惠正夫人在夫人还没怀上您的九兄弟，如果却剩有的是女孩，就做儿女亲家，还交换了信。后来边境动乱，凤系不幸西南，凤心里沈碧伤心欲绝，3年后也撒手人寰。当时凤千觉只有15岁，就跟主子您现在一般大。凤千吉8岁就跟着凤战上战场，从无败绩。凤战死后，先帝心有怜惜，又对凤千吉颇为赏识，这才有了现在的凤家军。所以凤千吉知不知道婚约这件事，属下也不清楚。你可知当年的信物是什么？属下没有查到。属下也不知道。婚约这件事，夫人从没跟属下提起过。不过当时夫人和小姐那种情况，说不定那信物早就被卖了也说不定。不会的，以我娘的性子，那东西肯定不会卖。估计那凤千觉也不易知道，就算他知道，也不会想娶我的。毕竟我天生痴傻，说不定以后再犯病呢。画像别忘了，3天。是，主子放心。贝大人，我这儿有个好姑娘，礼部尚书家的嫡女，年方28，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贝大人别听她的，我这儿才是最好的，户部侍郎家的千金，陪嫁200亩良田。是在干什么？回主子，您忘了，凤千锦回京了，媒婆们抢不到凤府的门槛，这是转战太傅府了啊！关我们什么事？因为太傅府还有一位二少爷至今未婚。啧，二叔这是要被生吞活剥了。华善，你说二叔今天能脱身吗？恐怕很难。那些媒婆的战斗力，属下见过。华善，你说那个婚约，凤千季真的不知道吗？属下不知，不过以凤家的行事风格，应该不会忘记。进来。王爷，您让属下查的是有结果了。那位红衣女子，无城阁阁主叶芝，真实身份是太傅刚接回的大小姐贝寻。贝寻，明子湾的女儿。是，据说她从小痴傻，被送到乡下，1年前突然好了。有意思。另外，属下还查到一件事，当年您母亲和明子瑜曾有过约定，如果明子瑜生了女儿，就与您结为亲家，还交换了信物。信物是什么？属下无能，尚未查到。下去吧。婚约，贝寻。有点意思。贝寻，父亲被皇上训斥了，你满意了？当年是我让贝大人恨我，是我让他苛待我和我娘的，如今是我求着他把我接回这太傅府的。贝梦香，你要是有火，就去找那个始作俑者发，冲着我这个受害者喷什么口水？爹，他不是天生痴傻吗？你看他如今这伶牙俐齿的，怎么可能是个傻子？爹，你是不是见错人了？哼，你给我把嘴闭上！他再怎么样也是正室嫡出，你一个妾室所生的，有什么资格在这儿说自己的长姐？上次跟你说的话，看来你是没长记性，回去抄10遍祖训，抄不完不许出来。老爷，你们最近安分些，皇上会举办宫宴，所以有大臣和家眷都要参加，你们好好准备一下。香儿也快及笄了，是时候提前相看了。主子，米峰刚让人送来的凤千舟的画像，您还要看吗？看，为什么不看？给我拿过来，我倒要看看这凤千舟长什么样。
难道还能有我好看不成？我的华善姐姐，快把嘴边的口水擦擦，都快流到画轴上了。主子，您就别打趣属下了。她有我好看吗？主子好看，主子您最好看。凤千姐怎么能跟主子您比呢？别忘了给米凤送回去。这是吴成阁阁主叶芝，你没事做了。这叶芝每次现身都是一身红衣，戴着面纱，从没人见过真容，但仅从那双眼睛和仪态就能看出，定是个角色。本王让你查的人怎么样了？您说贝寻，属下已经查到了。贝寻从一出生就是痴傻的，一直随他娘亲生活在那个小村子里，从没离开过。但从1年前的某一天，他突然就不傻了，所有人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突然好了。至于容貌，只听附近的村民说，贝寻几乎不怎么出院门，但是个美人坯子。他知道跟本王有婚约的事，应该不知道。本王交给你一个任务，你去咱们的人里物色一下有没有适龄的男子，官位大小不重要，主要是人品得好，然后摸清楚贝寻出门的时间，让这两人偶遇一下，只是偶遇，千万别做出什么过分的事，也别惹出不好的谣言。本王是要给他挑个良人，不是败坏他的名声。明白了，明白了，属下这就去物色。如此这样，也不算我违背了答应娘的承诺。再过几天就是宫宴了，我要让他们知道，我贝寻不是个傻子，更不是个好欺负的人。主子，这已经是这个傻子第7次从咱们楼下无意路过了。姑娘，好巧啊！傻子，装得很傻，比您以前那种傻还要傻。有意思，让人查查谁家的。是，去查查，事出反常必有妖，一看就不是个好鸟。华善，我的华善姐姐，你不过来帮我挑衣服，站在窗口数什么呢？主子，楼下好像不止一个男人在乱晃。您从太傅府出来时，不是一直戴着面纱呢吗？戴着呢呀。主子，您先试衣服，我去让掌柜的找米凤过来。这事儿不弄清楚，我今晚睡不着觉。主子，我能进来吗？能。主子，您猜我查到什么了？你动作还挺快，查到什么了？属下查到，主子，您是仙女吗？你查到我是仙女？主子，您是仙女吗？你查到我是仙女？不是，我是说，主子您这身太好看了，就像仙女一样。好看吧？我也觉得这套最合适。你们说我这样去参加宫宴怎么样？主子这是想嫁人了，那接下来的事我还要不要做？接下来的什么事？还有，你怎么来的这么快？华善才刚出去。主子，不是我找的，我还没来得及去，他就自己来了。你找我有什么事？你可是江湖第一杀手，什么时候瞎的？我这次来本来就是要说这个的。主子，据属下得到的消息，有人楼下店门口乱用保媒拉线。谁是媒？谁是线？那个摄政王是媒。他给我保媒拉线，他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做了吗？主子别急，估计是凤千月知道了跟您有婚约的事，想把您嫁出去。外面这些人属下都查过了，身家、人品、长相都不错，想来是用心挑过的。摄政王年满20，有一姿意能逸、温柔贤惠的女子。蜜蜂，把这话散出去，越快越好。要是明天一早我还没听到消息，你这身皮也是时候该紧一紧了。王爷，您交代的事儿出了点小问题。什么问题？那个咱们派去偶遇贝小姐的人被人家识破了，而且什么？而且贝小姐让人传话给那个人，说让你家主子省省心，有这功夫不如想想怎么履行婚约。有点意思。魏泽，怎么回事？回主子，属下也不知道。今早您进宫后，他们就都站这儿了，一个个跟比美似的。可皇上才6岁，也没到选妃的时候啊。去查。王爷不好了，外面到处在传说你要选妃。消息从哪儿传出来的？属下查不出来，就像凭空出现的一样。贝寻这几日有什么动静？王爷怀疑是贝大小姐传的，不可能啊，她哪有这本事？除了她，本王想不到还有谁。后面的事都处理干净了，放心吧，主子。他们查到最后，只能查到几个女子爱慕摄政王、争风气促传出的谣言，查不到主子身上。可千万别小瞧了凤千菊，长得好看又是摄政王，这些女子不疯了才怪。敢给老娘保媒拉线，看给老娘不刮掉一层皮，恶心死他！是。有意思，贝寻，你还有多少惊喜给本王？主子。有人给您送信，这是要当面过招了。主子，您要去吗？去，为什么不去？我倒要看看这位摄政王还有什么招数。寻儿，你还没给你父亲行礼呢。你们今日叫我过来，就是为了让我给你们行礼。你是太傅府嫡女，怎么连一点礼数都没有？这样明日还怎么进宫参加宫宴？依我看，你还是别去了。好啊。那我就不去了。你们走后，我随便出去逛逛，反正那宫宴也没什么肯嫁的，就像我求着你非要去似的。寻儿，你父亲不是这个意思，他
怕是怕从小没人教你规矩，你在宫中惹了哪位贵人不快？谁告诉你们从小没有规矩？我有娘，而且我娘是镇国公府嫡女，礼数自是不会差。你们哪个配我行？一个是生儿哪不养我父亲，还是你这个表里不一的妾？没事的话我就走了，以后别有事没事叫我，就好像我很闲一样。今日找你们来，是为了3日后的宫宴。为父给你们请了一位宫里出来的嬷嬷，专门教规矩礼仪。这是李嬷嬷，你们这3天跟着嬷嬷学规矩，嬷嬷只待3日，能学多少看你们的造化。宫里出来的嬷嬷脾气甚大，自是轻易请不动，也不知道贝承平哪来的面子。你们谁愿意学就学吧，我的规矩礼仪好的学。别的不说，就这捡走姿势平常的动作，里面学问都大着呢。这位小姐也未免太看得起自己了。贝大人，您家的大小姐被教养得极好，老奴这点礼仪规矩确实是教不了大小姐。贝大人，贝大人，李嬷嬷，抱歉，您刚才说什么？说句办错话，老奴自认是宫中教导嬷嬷礼仪最好的，可说来惭愧，竟比不上贵府中的大小姐。爹，李嬷嬷，被巡会，我还不会呢。是啊，老爷，香儿还等着嬷嬷教导呢。我一定好好学。那老奴就教导二小姐几日，只是3日时间有限，能学多少，全看二小姐自己的造化了。多谢嬷嬷。主子，您刚才那一身气度是怎么练出来的？连那李嬷嬷都被镇住了。怎么练出来的？天生的呗。不过说起来，我也觉得奇怪，有些东西就像刻在骨子里一样，根本不用学。主子，密封传来消息，镇国公府一家今日已抵京，入住国公府，明日进宫参加宫宴。镇国公府，我娘的娘家。主子，明日宫宴，您要见他们了。我也想看看我娘的家人是什么样的。主子，该起了，今日宫宴要早些准备。走吧，华善，今日这场戏可得好好演。走吧，该去会会那些牛鬼蛇祟了。上车吧，别耽误了时辰。香儿，我听说你那个嫡姐回来了，而且还是天生痴傻，是不是真的呀？这个大姐姐跟夫人出府时还没有我呢。不过莹姐姐，这事儿可不能乱说，咱们自己知道就行了。也真是难为你们太夫府了。堂堂大小姐是个傻子，也不知道对你以后找婆家有没有影响。念晴姐姐，我还不想那么早嫁人呢。主子，您说这二小姐逗不逗？嘴里说不是让送给家，出来这么会儿，还眼见她明年开窗及嫡女上念晴。还有个八卦，吏部侍郎庶嫡子上俊文对咱们这位二小姐疾病后来说媒呢。要不是皇上还小，她连皇妃的心都有。主子，您是傻子这事儿，您不澄清一下？镇国公府的马车也在后面呢。贝二小姐，你几日跟着宫里嬷嬷都学了些什么呀？我看你这规矩礼仪没过见长，一嘴说人坏话的本事倒见长了，真是浪费了贝大人的一番苦心。还有哦，说人坏话，将来是要下拔舌地狱的。阎王让我盯着就行，别露面。可这小祖宗的眼神，行，你们都是我祖宗。嘴欠拔舌地狱，嘴欠拔舌地狱，拔舌头下油锅，快来吧，来。嘴欠拔舌地狱，嘴欠拔舌地狱，拔舌头下油锅，快来吧，来。香儿，你丢东西了，我们帮你找。姐姐，你们有没有觉得有点冷？有没有听见奇怪的声音？香儿，深冬本来就冷，可我们没听见什么奇怪的声音啊。不，有人在跟我说话，说要拔我舌头，让我跟他走。姐姐，你看，我就说吧，不能背后说人坏话，这不报应来了。可不是嘛，就那么点伎俩，还真当谁傻看不出来？不就是想让别人知道他嫡姐是傻子，好抬高自己吗？三哥，我们说的对不对？怎么了？三哥，你是不是看上哪家小姐了？说出来，我们姐妹帮你相看相看。别乱说，小心坏了人家姑娘的清誉。三哥，你可别告诉我们是那3个说人是非的。我才没看上他们，那3个怎么能跟贝大小姐比？你看前面太傅府的大小姐，那仪态浑然天生，还有那绝色容貌，要是我女儿，我做梦都能笑醒。可不是吗？听说急逼了，可惜我没儿子，不然定上门提亲。我儿子还小，不然咱俩得好好抢一抢。听说贝大人前几日请了宫里的嬷嬷去府上，哪个？我也想请来教我女儿，但贝大小姐可不是跟嬷嬷学的，跟嬷嬷学的是贝二小姐。你看后面那二小姐，连人家一个动作都比不上。有些人啊，优雅是天生的，别人再怎么学，也只能学个壳子。谁想要这优雅啊？累死我了！我发誓，就这一次，以后再有宫宴，能病我就尽量病。
你是哪家的小姐？怎么哀家从前见在宫宴上没见过？回太后娘娘，哀家在问这位小姐，你出来插什么话？回太后娘娘，臣女是太傅府备询。备询，好名字，哀家记下了。哀家想起来了，你是太傅府贝大人的妾室，户部尚书的庶女，对吧？回太后娘娘，正是妾身。金陵是唯一正室还在，却由妾室来参加的。备询，你母亲可好？哀家记得你母亲是镇国公府的嫡女，当年也是京中有名的才女。回太后娘娘，家母已于2年前病逝。原来如此，可怜的孩子。你是太傅府贝承平的嫡女吧？我是镇国公府的外孙女。好一个镇国公府的外孙女。那如果哀家让你母亲与贝承收和离，让你回到镇国公府，你可愿意？臣女觉得，如果臣女的母亲还活，她定然是愿意的。太后，我镇国公府愿意将寻儿好好疼爱，再不让她受半点委屈。哀家知道了，你们起来吧，宫宴快开始了，先过去。张嬷嬷，你说千洁为什么要哀家这么做？她是不是看上这丫头了，为她鸣不平呢？太后，您就别操心了，这俩要是有缘，还用您撮合？要是当初哀家的大皇子能活下来，如今也该有千洁这般大了。那孩子也是个可怜的。太后，先皇对您是真心疼爱，知道您和凤夫人的情分，特意将兵权给了摄政王，留下密旨让他摄政，每件事都是在保护您和皇上啊。先皇对哀家是真的好。娘，要是爹和夫人真的和离，您是不是就能成为继室了？那我就是嫡女了。嘘，回去再说。你爹未必愿意和离，咱们先看看。我那苦命的女儿啊！外祖母，娘跟贝承风和离的事，您还没派人告诉外姑父呢。去告诉老爷，如果今日他不能让皇上下旨让紫萱和离，让寻儿回府，我就跟他和离。外祖母，我去御花园走走，透透气。主子，您不是最怕冷吗？怎么不去长乐殿？那里暖和，因为这里有意思啊。快灭了，去换个新的来。我应该叫您台上皇。小姑娘，你果然能看到朕。刚才在永祥宫，朕就知道你一定能看到。但那又怎么样呢？我不仅能看见你，还能看见你身后的鬼差。你们两个不好干活的，到处溜达，小心我告诉大师兄。你们两个不好干活的，到处溜达，小心我告诉大师兄。小祖宗，不是我们不带他走，是我们带不走啊！他们喊你祖宗，你是阎王？不，我才不是那个整天忙得没时间理我的大冤种。不过我是那个大冤种的师妹。朕刚才在永祥宫，知道你是谁，你能不能帮朕给凤千爵传个话？传话不急，我先想知道为什么这两个鬼差带不走你。按理说你的功德下辈子应该还是帝王命，只不过在哪个地方就不好说了，反正不会差。朕也不知道为什么带不走，而且朕不能走出皇宫，别人也看不见朕，除了你。有什么话出宫再说，你们两个也不用等着带他了，等我神回地府时顺便带回去。可朕出不，世界在眼前旋转扭曲。主子，又没下雪，您伸手抓什么呢？抓暖炉呢，试试能不能隔空取物。好了，有点冷，咱们去长乐殿吧。估计我那便宜爹这会儿正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呢。你到哪儿去了？怎么这么久才来？我有话跟你说。我没话跟你说。你这个孽女，是不是你跟太后说要让你娘跟我和离？我告诉你，做梦！她明子于生是我贝承昌的妻子，死也得埋进我贝家祖坟。你最好把手松开，不然我不介意让贝家连祖坟都没有。我不松开又怎么样？难道你还能去刨祖坟不成？别忘了，你也姓贝。姓贝，是我和我娘这辈子的耻辱。报应啊！他要不是这具身体的爹，我非得给他2个大嘴巴，太不要脸了。他就是贝寻，贝府大小姐，跟您有婚约的那个。主子，您还别说，今日见了真容，属下突然觉得前段时间找的那些男子哪个都配不上他了。就这容貌气质，也就主子您合适。要不您还别说，今日见了真容，属下突然觉得前段时间找的那些男子哪个都配不上他了。就这容貌气质，也就主子您合适。要不仪态端庄我承认，一世鼻佳未必。你是不是太闲了？要不本王也给你挑门婚事。本王记得你跟我同岁，确实是我疏忽了。主子，属下不是那个意思，属下不想娶妻。皇上驾到！
太后驾到！众卿平身。别说，你这儿子长得还真一点都不像你，像太后多一点。朕知道，朕活着的时候就知道。想秋儿多好，秋儿可比朕长得她好看。不过这小子虽长得不像朕，可在朕4个儿子中，他跟朕的性格最像，哪像其他3个？整日不是想着弄死对方，就是想着弄死朕。那你这一代帝王究竟是被你哪个儿子弄死的？他们哪有那本事？当年朕还是皇子，跟着父皇御驾亲征时，替父皇挡了一剑，侥幸活下来，却伤了心脉。能活到现在，已经很不错了。就是可怜朕这小儿子，要不是奉千菊和忠心老臣帮忙，恐怕现在还坐不稳这皇位。主子，2王爷、4王爷、5王爷都在看着您呢。呵呵，你这3个儿子想的挺多啊。教子不善，教子不善，让姑娘见笑了。贝承平嫡女，备询何在？臣女在。今日本是宫宴，但方才镇国公请旨，想让你的母亲明子学与你父亲和离，并将你接回镇国公府，你可愿意？皇上，臣不愿和离。备询是臣的女儿，理应在太傅府。贝大人，朕在和贝大小姐说话。可是臣回皇上，臣女的母亲是愿意和离的，臣女也愿意去镇国公府替母亲尽孝。臣女的娘还在世时不止一次说过，她定会听外祖父的话，绝不嫁入太傅府，委屈一生。你娘已经不在了，怎么和离？况且你是我贝家姑谢，哪有父亲还在却去外家的道理？父亲，贝大人，您配这2个字吗？贝大人，我今年已及笄，过去10几年里，您做过一件父亲该做的事吗？您可曾见过我和我娘一面，给过我们一个铜板？您把我身体未育的娘和几个月大的我扔到偏远贫穷的小村庄里不闻不问，我们生活的银钱是我娘卖了随身首饰换来的，漏雨的房顶，透风的墙，缺角的桌子，豁口的茶杯，一半的饭碗，直晃悠的凳子，就这样的日子，您还能在外面舔着脸说我娘身体不适去休养？您的脸可真是大到没边了，我的好父亲！你这个孽女懂什么？明明是你娘见你天生痴傻，没脸待在太傅府，才提出要去休养的。那小村子也是她自己挑的，说要吃苦为你祈福，怎么如今反倒怪到我身上了？贝承平，你放屁！贝大人，您看看我现在痴傻吗？如果真像您说的那样，那在我不痴傻的时候，我娘为什么不带我回太傅府，而继续在里吃苦受罪？您不会是想说我娘是怕我再次犯病，所以不敢离开吧？所以我娘的吃苦祈福，就是为了把我们2个都饿死。孽女，孽女！贝承平，若不是今日寻儿说出来，我都不知道我的宝贝女儿和外孙女这10几年过的是这种日子。都怪我，我还一直以为是子活在跟我置气。皇上，老臣愿用这一生军功和兵符换断女儿和离，外孙女回家。贝太傅，这件事您怎么看？臣教子不善，愧对镇国公一家，但和离接走寻儿，老臣万万不愿。老臣发誓，老臣和这孽障以后定会对寻儿好的。请皇上和镇国公再给他一次机会。现在说这些，不觉得太晚了吗？依云，你身子不好，别动气，咱们定能把女儿和外孙女接回家。贝承平，你如此苛待他们母女，还颠倒黑白，是觉得我镇国公府没人了，还是我司徒一族没人了？我司徒依云在此发誓，若我的女儿和外孙女回不了镇国公府，我司徒一族绝不会放过你。外祖母，您先消消气，皇上还在呢。本王觉得此事一出，太傅府更不会对贝大小姐好了，毕竟这是有先例的。倒是镇国公府很心疼这个外孙女，所以本王以为让贝大小姐的母亲和贝大人和离是最好的选择。朕明日就下旨，备询回归镇国公府，从此与太傅府再无瓜葛。贝承平身为朝廷官员，苛待妻女，不知悔改，还妄图狡辩，降为工部员外郎，明日一早交接上任。娘，爹降职了，这下怎么办？我本就是庶女，交几个朋友不容易，这下就算成了嫡女，他们也会理我了。傻孩子，降职就不会再生了。等风头过去，我回娘家求我爹想办法。这下你满意了，从明日起，你再也不是我的女儿，希望你不要后悔。满意？我可太满意了，不用做你的女儿，我可满意死了。小姑娘，你跟凤千月是不是认识？不然她怎会帮你？认识倒谈不上，仇倒是有一些。这怎么可能？这种了解闲事他绝不会管，怎会替你说话？而且让你娘和离，让你回镇国公府，绝不是朕那6岁儿子能想到的。朕知道了，一定是凤千月这小子看上你了，哈哈哈！臭小子有眼光啊！您从前不是皇上吗？怎么跟我一样八卦？朕活着是做皇帝，现在死了还不能做回自己？能，趁我还没送你去投胎，赶紧好好做自己。
不然可没机会了。璇儿，今夜就跟我们回镇国公府吧。你3个舅舅因公事没能来，若知你回去定高兴坏了。外祖父别急，太傅府还有我娘的东西，我得回去收拾。明日傍晚前我就回去。我们太傅府还有你们什么东西，还收拾收拾，真是可笑。这么好奇啊？明日你就知道了。主子，您今日怎么起这么早？昨夜我让你找的人找来了，正在府外候着。按主子吩咐，此人不仅画技极好，还略通机关术，让他进来吧。是他这么年轻，真的可以吗？他这么年轻，真的可以吗？阁主，属下名叫向开，我们向氏一门祖上就研究机关术，请主子放心。至于画画是属下的私人爱好。我不是那个意思，就是随便问问，对，随便问问，你不要介意。今日找你是有件事交代，看见这水榭了吗？我要你把它从里到外里里外外全都画下来，哪怕一个细节都不要遗漏，这里的机关都要标注清楚。如果机关太复杂，就拆开来研究研究，装不上也没关系，只要你能研究明白，以后能造出一样的就行。给你1日时间，能做到吗？1日时间不够，要不……够，时间够，主子放心，属下这就去，保证完成任务。主子，这是夫人的嫁妆单子，还有您让奴婢去镇国公府找来的下人，都候在院中了。既然都准备齐了，那咱们这就走吧。我都跟明子婉和离了，你也已经不是我的女儿，还留在太傅府干什么？南晋国规定，女子嫁妆归个人所有，和离后可以尽数带走。怎么，贝大人是要装傻？嫁妆上的东西你都可以拿走，但银子没了，都让你娘给你建水榭和花销了。我娘建水榭花了多少，我已经从账房查到了，每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一会儿我统计便知。毕竟从你将我娘送走后，这库房里的嫁妆有没有少，谁知道呢？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若我娘的嫁妆少了，不管少了什么，今日之内，你们太傅府必须给我补齐。毕竟已经和离，也不能让你们白占便宜，不是吗？怎么，贝大人、金姨娘，这库房不能开？不会是里面没我娘的嫁妆都被你们拿走了吧？你去，把库房打开，让她搬走。老爷，今天仓促，我并不知道大小姐是来搬嫁妆的，库房钥匙我没带在手上。没关系，金姨娘回去拿就是。这太傅府就这么大点地方，总会拿来的。花扇，搬个椅子来，我在这儿等一会儿。是小姐。金姨娘，椅子已经搬来了，请去取钥匙吧。今日傍晚前我就要整理完，这太傅府的事务不宜再多耽搁。让你去拿钥匙没听见？还不快去，省得让人说我们霸占嫁妆不给。花扇，开门。哦，对了，反正贝大人已降职，今日无事，那就跟着一起清点吧，省得以后再生是非。主子，这您还是亲自来看看吧。贝大人，您是不是该给我个解释？这是怎么回事？里面的东西呢？老爷，我也不知道啊，会不会是家里进贼了？进贼啊！花扇，报官！别报官！我你就是那个贼吧？贝寻，你已经不是太傅府的小姐了，还赖在这里发什么疯？娘，你怎么跪在地上？贝寻，你闭嘴！不许你这么说我娘！我娘偷什么了？自己看，你娘偷的是我娘的嫁妆。我就说嘛，一个妾室，平日吃喝穿用竟比有爵位的正室夫人都不差，原来花的都是我娘的嫁妆。贝大人，这件事怎么办？我太傅府缺你吃了还是少你穿了？你竟敢偷拿她的嫁妆！赶紧把东西交出来，不然我定要你好看！老爷，你听我解释，我不是要拿夫人嫁妆花用，我只是手头紧，先借来用用，我会还的，会还的。你还？你拿什么还？你知道我娘的嫁妆有多少吗？贝大人，既然你解决不了，那咱们去找贝太傅说说吧，总不能我娘的嫁妆说没就没了。看看你们是折银子赔，还是把搬走的嫁妆原封不动还回来。我可不是好说话的，少一个铜板都不行。你娘的嫁妆，我们太傅府赔。贝太傅，您知道您要赔多少吗？知道。紫渊的嫁妆单子，当年是我亲自过目的。逆子，你娶了个好妾主啊！有人赔就行。今日我就要拿走，不管是银票还是物件，可不要拿些乱七八糟的糊弄我哦。这是镇国公府的账房先生，今日关于嫁妆的所有事，你们跟他算就行了。小小姐，所有嫁妆都清算完了。能找回来的已装箱等着抬走，找不回来的贝太傅和贝大人已用银子补齐，一个铜板不差。老奴留意了一下，太傅府将大小姐的嫁妆全部补齐后，剩下的银子估计只够紧巴巴度日了。你叫我小小姐？是的，小小姐。昨夜老爷和夫人回府后，把所有人都叫起来，说您以后就是镇国公府的小小姐，是府里的主子，任何人都不能薄待。老爷和夫人还连夜收拾出小姐从前的屋子，今早亲自开库房挑了许多物件放进去，生怕您住得不舒坦。不舍的眷恋，还有一丝清冷的去向。主子，这没什么好心疼的。今日我走了，贝梦香就得不要脸的搬进来。我娘留给我的东西，
岂能便宜他们？再说了，你不是已留下图纸和机关了？回头咱们再建一个就是了。确实没什么遗憾的，小姐的爱子之心不能便宜了那些狗东西。咱们镇国公府可比太傅府大多了，也是依山傍水。等小姐回去挑块地方，老爷定会再给您建一座水榭，比这个更好。魏巡，你到底要干什么？你娘的嫁妆我们已经补齐了，一个铜板没差。你拿着嫁妆不走，还在太傅府放火。就算我当初苛待你们母女，你现在仗着皇上撑腰，也未免欺人太甚。你们这些人拎着水桶站着干什么？还不快去救火！这水说要是烧没了，我跟你们没完！对，快去救火！都傻愣着干什么？我今日就看这火谁敢救。华善，谁敢往里面倒一桶水，你就在他身上刺一剑，人死了算我的。魏巡，你烧了前月水袖，我可以不计较，可他毕竟是你爹，你怎么能下这么狠的手？他这手下次要是再敢往我脸上扇，我就直接剁下来，省得那双爪子总没地方放。还有，我烧了前月水袖，你凭什么跟我计较？这水榭可花了你们太傅府一个铜板，还是你们想留着给别人住？我告诉你，这灶一定要烧得干干净净，这水块木头渣子都不给你留。主子，您是没看见，当时贝大小姐把贝成平手腕折断的样子，简直太霸气了。还有那水榭的大火，也是她亲手放的。她说要烧得干干净净，一块木头渣子都不给他们留下。一对豺狼虎，不是一对郎才女貌。备询已经回镇国公府了，回了，快子时的时候带着嫁妆回去的。他们前脚一走，属下后脚就去查看，那水仙烧的真是一块木头渣子都没剩。后来有一些没烧干净的，贝大小姐还让婢女浇了2桶油，烧干净后才把廊桥也给烧了。她高兴就好。刺杀我们的人查得怎么样了？对方都是死士，追查起来有点难，但目标指向南方，应该是南疆的人。属下还查到二皇子有个妾室，好像是南疆人。继续查，那3个王爷一个也别放过。吴承阁那边呢？属下是以您另一个身份求见的，说想报恩，可他们副阁主说咱们认错人了。他们副阁主说，他们阁主是个见死不救的性子，不杀人就不错了，救人绝不可能。风流花谁是阁主救了鬼市的主子，开什么玩笑？他能干那费力不讨的事儿，还拿出丹药没要报酬。哎呦喂，就他那小心眼儿，怎么可能不要报酬？如果这事儿是真的，就让我这辈子都找不着媳妇儿。哎，最近这种人越来越多，都说了吴承阁不跟任何势力合作，还一股脑扑上麻烦。主子，外祖父和外祖母起身了吗？不知道，不过听下人们说，昨晚2位老人家等您等到实在不行了才去睡。快，咱们去安院。不愧是我的外孙女，烧得好，这一看就随我。寻儿给外祖父请安，给外祖母请安。好孩子，这以后就是你的家，不用来请安。对，咱们镇国姑府没那么多虚礼，你想睡到什么时候就睡到什么时候。你娘小时候也这样，我从来不说她。真像你娘年轻时候的样子。咱们镇国公府没那么多规矩，你想睡到什么时候就睡到什么时候。你娘小时候也喜欢睡懒觉，怎么叫都不肯起来呢。外祖母，寻儿还没吃饭呢，您陪寻儿吃好不好？来人，准备膳食。外祖母太热情了，我这肚子怕是要撑坏了。最近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吗？待得有些无聊了。3天后是半年一次的鬼市，就在京郊，主子要不要去看看？去。上次鬼市开的时候有事没去成，这次一定要去。那属下去准备准备。我说小姑娘，你是不是把朕给忘了？哪能呢？我这几天不是忙吗？今天才得空。来吧，说说你的八卦，让我高兴高兴。我说小姑娘，你能不能帮朕给凤千诀传个话？什么话？朕能相信你吗？不能，你爱说不说。朕想让你告诉凤千仪，去南疆查查他父亲的身世。凤千仪父亲的身世？哎，我只是镇国公府的小小姐而已，人微言轻，跟他又没交集。连说他会不会觉得我这天生痴傻的病又犯了，然后把我扔得老远？凤战就是凤千炬的父亲，其实是被凤家捡来的，而凤千炬从出生就跟他一样，每月的月圆之日都会特别失血，见人就杀。所以这些年朕和他都在查他的身世，想找到解决的办法。直到朕快不行的时候，才查到他好像和南疆有些关系。为了保护他们一家，朕和凤战私下是好友这件事知道的人极少，不然你不会以为只凭凤夫人和秋儿的闺中姐妹情，朕就能把兵权送给凤千炬那些吧？原来如此，我就说嘛，堂堂摄政王哪能只靠母辈的交情上位？既然您知道这么多，那我还有一件事想问。你问。
只要我知道的对南京国没有危害的事，朕都可以告诉你。痛快，本小姐就喜欢这样的。等回头送你下去时，一定跟大师兄帮你说说好话。那天在宫宴上，我听见外祖母说他是司徒一族。司徒一族是什么？司徒一族是永墨古国的国姓。永墨古国不是只有南境、南疆、北海、东洋4国吗？地图上确实只有这4国，但永墨古国也是存在的。你没发现这4国的名字有些奇怪吗？有南有北有东，却没有西。司徒一族是永墨古国的国姓。如果你看过地图就会知道，虽说4国连在一起，可西边却是空旷的，那里就是传说中的永墨古国。传说中？对，传说中，这还是1000年前老祖宗们发现的。在那通往西边唯一的路上，没有人进去过，唯一出来的人就是你的外祖母。我外祖母这么厉害吗？厉害，就我知道的，你外祖父很多兵法、排兵布阵都是跟你外祖母学的，而且当年还有一件震惊4国的事，以至于现在所有人都对那神秘的永墨主国的深深忌惮。至于太傅傅府那一家，呵呵，好日子马上就要过到头喽，朕可不相信你外祖母会放过他们。小姑娘，你答应帮朕传话了吗？传，但不一定是什么时候，毕竟我跟人家话都没说过一句。不过你放心，既然答应了，就一定会告诉他。你继续往下说啊，到底是什么震惊4国的事儿？你还记不记得朕跟你说过，当年朕帮父皇挡了一箭的事？记得。那次朕跟着父皇御驾亲征，收复被南疆占领国土，领兵的大将军就是你的外祖明震。朕清楚记得，朕和父皇陷入了敌人的圈套，是你外祖父拼着命杀进重围，把我们救了出来。可他自己却中了南疆那些奇奇怪怪的毒。你外祖父只比朕大10岁，当时也就20出头，不管军医怎么治都没法解毒，只能用药吊着他的命。他那时候竟是赫赫有名的大将军了。这件事不知怎么让你外祖母知道了，第2天一早人就不见了。就在我们找人的时候，前方探子突然来报，还在对峙的南疆军队被一股不知什么势力打得节节败退。小姑娘，你知道吗？从你外祖母消失后，仅2天1夜的时间，南疆军营10万大军尸横遍野，所有人，包括将领在内，无一活口。是我外祖母干的？朕不知道，但应该是他没错。探子说，那股势力大约只有1万多人，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每个人都是一身戴着面具，手持长剑，卫一样冲进南疆阵容。第3天一早，大雾散去，人们才看清眼前的景象。南疆军营已成修罗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而这时人们发现，你外祖父已经醒了，你外祖母就陪在他身边。第3天一早，大雾散去，人们才看清眼前的景象。南疆军营已成修罗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而这时人们发现，你外祖父已经醒了，你外祖母就陪在他身边。后来你外祖母说，她知道附近有位神医，求药去了。你外祖父又护着她，这件事后来就不了了之。可这件事还是被传了出去，所有人都说是那神秘的永墨古国的人。该说的朕都说了，小姑娘，别忘了你答应朕的事。放心，我被询说话算话。那个，你还有什么愿望吗？朕想去街上看一看。从当了皇上之后，就很少有机会出宫了。朕想去看看朕治理的国家，保护的百姓。初期子时，这个罩子会带你回来。这段期间，你想去哪儿都行。鬼锹看到这个罩子，不会为难你。不过皇宫你不能去，那里有龙气护佑，所以你之前才出不来。主子，吴成阁出事了。什么事？蜜蜂呢？您快去看看吧。蜜蜂不知怎么回事，像疯了似的见人就打。咱们的人已经在牵制他了，可没人打得过，已经伤了好几个了。人在哪儿？去看看。敢动我的人，还真是想死想疯了。阁主您可来了，再晚些我们就要撑不住了。你去死！堂堂第一杀手居然被人下了毒，你可真是丢死我的脸。还能怎么办？先绑了再说。哦，对了，记得用铁链多绑几道。是，阁主。顾爷爷，这货怎么样了？回阁主，副阁主是中毒了。什么毒？可能解？老朽不认识这毒，但可以肯定出自南疆。怎么又是南疆？最近南疆很不太平。属下前几日听蜜蜂说过，最近几个月4国很多势力想跟咱们合作，其中南疆最甚。蜜蜂也按您的吩咐全部拒绝，可他们还不死心。南疆不是想合作，是想借合作名头慢慢将我们蚕食。既然能下毒，人肯定离得不远。去叫林一过来，让他把所有怀疑对象都写下来。本阁主这就去找解药。这个丹药，在我回来之前1个时辰给他吃1粒，虽不能解了这毒，医治一时半刻还是可以的。阁主放心，老朽记下了。华善，你知道吗？解毒丹我只有那1瓶能解百毒的，就算有些奇毒解不了，也能抑制不让回死。上次给了那戴面具的男人1粒，我都心疼了好几天。这下好了，1整瓶啊，全得让他给我霍霍了。你说他除了武功高以外，都不长脑子的吗？怎么就能让人给下了毒了？主子别急，属下已让林一盯着百味居，一旦有生面孔，就直接都绑了。林一是米蜂的左膀右臂，定能查出些什么。哼，这口是一定要出的。地址都记好了，咱们就出发。主子，
刚才飘过去的那道红色身影是吴成阁阁主。是的，那着火的地方是南疆的其中一个据点。主子，咱们还要过去吗？都烧了还过去干什么？看他那气汹汹的样子，里面估计已经没人了。那咱们要查的是……不急这1、2日，你去查查，看吴成阁为什么要烧南疆的据点，你就不用跟着我了。什么叫不急这1、2日？明明就是主子你看上人家阁主了，不然还能眼巴巴偷偷跟在人家后面。以前没发现主子还挺内秀的，连上去跟人家说句话都不敢。你刚才说什么？没什么，主子我什么都没说，您听错了，绝对是听错了。回去加练1个月。大晚上的，真是辛苦你们了。不辛苦不辛苦，你们回去帮我给崔珏那货传个话，就说2日后我回去要看生死簿，让他把那个破破子好好给我放那，不许藏起来，事情做得隐秘些，不许让我大师兄知道，不然……主子，还是您心疼我，那么贵重的药您都舍得给属下用。主子，以后属下这条命就是您的了，您让属下干什么属下就干什么，多亏了您那灵药啊。哎，这灵药是不是您上次从老张头那儿拿来的，然后让他追着您念叨了1个多月的那个？是吧？属下一猜就是。本来刚才您来之前那瓷瓶里还剩3粒，属下怕浪费，全都给吃了。别说，那丹药味道还真不错，香香甜甜的。砰！崔珏呢？这是个皇上，功德光能转世再为帝王，你们赶紧带过去。我大师兄呢？在没在？大人现在不在，好像是去分都了。哦耶！我每次回来大师哥都在，这次他终于不在了。还算崔珏那娲听话，要知道只要大师兄不在，我就是这地府里的小阎王。靠，这是什么东西？怎么全是白纸？没错啊，背面这缺了一角的，还是300年前我不小心烧的呢。难道是我在人间待久了，灵力不够了？不可能啊！但凡他从前多用点心血，岂能连这点小伎俩都看不出来？对了，寻儿的机缘，在这个位面真的能解开吗？这是寻儿的命簿。前段时间我发现那边的人好像察觉到寻儿的存在了，所以用了半生功力把他的命簿撕了下来。想了想，还是交给您保管比较好。大人不必担心，属下的功力恢复个300-500年就能补上。至于天谴、雷劫而已，属下受得住。只要寻儿能解开机缘，平安无事，位列仙班，什么都值得。大师兄，你是不是在看着我呢？他要是能感觉到咱俩在看他，这阎王的位置就可以换他来做了。我跟你说，我已经感觉到了哦。你要是再不说话，我就要过来找你了哦。大师兄，我是绝对不会放弃的。等我下个月回来，定要看到生死簿。小祖宗发怒了，太可怕了！阎王大人，您自求多福吧。这小祖宗。大师兄一点都不心疼我，崔珏那个小气鬼，连个生死簿都不给看。下个月回去一定要找他们算账，最好提前藏起来。大师兄怎么会不疼你呢？大师兄最疼的就是寻儿了。如果真有那一天，大师兄就算散尽万年修为，也定会护你平安。永墨古国的事，米峰查的怎么样了？永墨古国太过神秘，目前还没有什么有用线索。但米峰查到10几年前永墨古国好像发生了一场内战还是什么，真实度不详。就这点信息，还是从一个疯子嘴里问出来的。我还要管理无尘阁呢，这些账本我实在没时间看啊！管家不是说了吗？老夫人让您学着长家，毕竟将来您可是要嫁人的。那你将来也是要嫁人的，所以咱俩一起看吧。主子，今夜就是鬼市开启的日子，您不是还要去逛逛吗？逛，子时一过，换了衣服就去。华山，你确定鬼市在这儿？没带错路？没错，就是这儿。属下虽是第一次来，但米峰来过。他说鬼市的入口就在这儿。有什么了不起的？老子有的是钱，你们凭什么把老子扔出来？公子，不然要是让家主知道了，您可要倒大霉的。不行，我就不信了，今日一定要进去。公子，您忘了3个月前偷溜去青楼看花魁，被家主罚劈了1个月柴的事了？我没忘。那您忘了1个月前偷偷把家主珍藏的酒给狗喝，被家主放狗追了3天3夜的事了？你闭嘴，我没忘。那公子，您忘了？你能不能别说了？我没忘，我就是想进去看看而已。不好意思，实在没忍住，下次一定注意。你们继续。一身红衣戴面纱，你是无尘阁阁主叶芝，对不对？那个，我知道你很厉害，你能不能带我进鬼市？我会付给你很多报酬的。阁下还是自己想办法进去吧，我们素不相识，不想给自己找麻烦。现在不就相识了吗？本公子会给你们惹麻烦的。本公子可是2位不好意思，我们公子的脑袋有点毛病，不打扰了，我这就把他带走。本公子的脑袋没有毛病，你脑袋才有毛病呢。这少年太有意思了。这鬼市有门槛？米峰说只要往里走就行，到时自然能进去。至于他们为什么没进去，主子等等我来了。你怎么来了？
南疆的事查清楚了？南疆的事有眉目了，估计这几天消息就回来。主子，咱们赶紧进去吧。这鬼市从子时算起，只开3个时辰，时辰一到自动关闭。自动关闭？那里面要是还有人没出来呢？东西全部留下，人会被鬼市管理者扔出来。哦，看来某人是有经验啊。主子，咱们快进去吧，别耽误时间了。主子，这2人不会是鬼差吧？鬼差倒是有几个，但面前这俩不是。见过吴成阁阁主，请进。4国每个鬼市构造都一样，只是入口不同，有的在破别庄，有的在深山老林，有的甚至在城中繁华客栈，但都有个共同点，入口出口都是这种单人楼梯，出口在别处，都设了机关防黑吃黑逃跑。所以很多珍贵和见不得眼的东西，江湖人都拿来鬼市卖，交点银子保人合户安全。哪个好人家往棚顶上镶夜明珠照明的？算了，这1个亿不赚也罢。主子，这就是鬼市了，这里的店铺都是租金的，租金按天算，价格不菲。能在这里开店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啧，华山，你看这鬼市还挺有意思的哈。要说他抠门吧，棚顶上全是夜明珠；要说他大方吧，连张桌烂似的不给，就铺几块破布子当摊位，真心疼啊。小哥，你这解毒丹怎么卖？1万两银子。就这药效，1万两一瓶，里面撑死10几粒，你这是明抢啊！蜜蜂，我那丹药要是卖的话，3万两一粒没问题吧？那是救命的丹药，应该没问题。你吃了我好几10万两银子。嘿嘿，主子，这不是您心疼属下吗？属下虽然没那么多银子还您，但属下这条命都是您的，这不比几10万两值钱多了？哎呀，主子别想了，快看前面还有好多好玩的。主子您看，属下知道您出门没带银子的习惯，今日您喜欢什么，只要我买得起，都买来送您。这人嘛，送来送去的，欠来欠去的才能有感情，不是吗？这个我能买得起吗？主子，您什么都买得起。我的华山姐姐，你可真有钱啊！这以后谁娶了您，做梦都要笑醒。因为这些本就是您的银子。我的？对，您的。我有多少银子？我也不知道具体多少，反正跟4国国库比，咱们不虚他们就是了。我买了。主子，您是不是看到丹药卖这么贵，良心发现了，所以想买这个补偿老张头？你是不是蠢？自从上次顺了他丹药，他再也不让我进那个破院子了。我要是不买这个药炉当引子，怎么进去继续顺他丹药？这药炉这么贵，可得好好想想顺他多少丹药合适，别整赔了。师傅，您是不是风寒了？先去休息吧，这点交给我就行。师傅，您是不是风寒了？先去休息吧，这点交给我就行。我怎么可能风寒？一定是那小祖宗要来了。每次他来之前，我都要打好几天喷嚏。哼，我这么玉树临风的翩翩少年，他居然叫我老张头，每次都顺我那么多丹药，什么贵顺什么，也不知道他长了个什么鼻子，怎么那么好使？你就看着吧，这次我说什么都不可能让他再进门了，不然我就不是名满4国的神医，我就不叫张子时，我以后再也不给别人看病了。师傅，您从小就教导徒儿说瞎话不好。主子不好了！怎么了？出什么事了？二王爷派人来说媒了。什么？二王爷？那个在宫宴上一直盯着我看的那个？这才消停几天啊，又来一个！他是不是看上我的万贯家财了？主子，您想多了，就那个蠢货，怎么可能知道您有万贯家财？他应该是看上镇国公府的兵权和您的容貌了。不过话说回来，属下听说，自从您上次参加宫宴后，有好几个大臣家的公子明里暗里打听您，都被老夫人拦下了。小小姐，您起了吗？老夫人请您过去一趟。哎呦，我说老夫人，您还考虑什么呢？二王爷愿意娶咱家姑娘为正妃，那可是天大的福分，多少人家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啊！而且咱们二王爷心善，南方水坏，二王爷主动请旨去赈灾，就王爷这心性，这没人的嘴还真挺能说，想把他嘴封上。寻儿给外祖母请安。寻儿来了，快来外祖母这儿坐。这会儿外面的雪还没化，一路过来冷不冷？寻儿不冷，外祖母叫寻儿过来是有什么事吗？这是官媒，二王爷派来说亲的。我听说二王爷前新月兵部尚书府那双胞胎嫡女中的一个，可是有这么回事？那个确实有这么回事，但这不是最后2个人没有缘分吗？哦，原来是没有缘分啊。小姐，那哪是没有缘分啊？明明是二王爷想将人家双胞胎嫡女都娶回府，一个正妃，一个侧妃，这种好事，别说是二王爷，就连先皇的先皇都没娶过谁家的双胞胎女儿。这都是别人瞎传的，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本小姐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觉得跟二王爷不同路而已。那小小姐的意思是，总得让老奴回去有个话不是？其实我没有什么意思，但你应该知道我娘和贝承平的事，所以如果有一天我真的要成婚，对方做不到像我外祖父一样不纳妾，那就免谈。哦，对了，长得丑的也不行，
毕竟后半辈子都要对着一个人，总得长得俊俏点。我要求也不高，长得跟摄政王差不多就行。外祖母，寻儿先回去。寻儿不必在意，那二王爷本就不是个好的，不是个良人。你的婚事我和你外祖父已经商量过了，咱们不着急，慢慢来。对了，外祖母让你看的账本看得怎么样了？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吗？萧小姐，兵部尚书府送来的请帖。半个月后，兵部尚书那双胞胎嫡女办的赏雪宴，看呀，这人还真是不禁念叨。寻儿想去就去吧。这兵部尚书曾在你外祖父手下待过，人很不错。据说他将2个女儿和3个儿子教养的也很好。寻儿刚回来，也该出去交几个朋友。外祖母，那寻先回去了。红山，以后你就跟着小小姐吧，把她当成我一样，以后她就是你的主子。是，属下遵命。王爷，属下刚打听到一个消息，二王爷请了媒人去镇国公府说亲，结果如何？自然是没成。至于远游，一个是半年前二王爷想同时娶兵部尚书府那2个嫡女的事儿，不知怎么被贝大小姐知道了；另一个是贝大小姐说以后的良人要像老镇国公一样不纳妾；还有一个是贝大小姐说她得找个好看的，毕竟要对着看一辈子，要求也不高，长得像王爷您一样就行。这个要求不高，是你说的还是他说的？自然是贝大小姐说的，属下可不敢乱说。只这一条，本王觉得她可能是嫁不出去了。寻儿，我们是林然、林若，宫宴上见过的，你可能没印象，但我们可喜欢你了。寻儿，将这里当自己家一样，我们可喜欢你了。嬷嬷，你看，老三看上的女子还真是与众不同，真是可爱死了。老三眼光好啊，就这种心性的女子，我见了就喜欢，就是不知道她那完犊子的样儿能不能打动人家小姑娘的心。香儿，自从上次宫宴后，就很少见你出门了。后来听说太傅府失火，烧了一夜，你没事吧？我大哥可是担心的紧呢。老姐姐担心，我没事，只是被寻住的水搜在他离开那晚被烧了，其他倒没波及。被烧了？不是失火吗？不是失火，是被寻在离开府之前放火烧的。天哪，放火烧自己家，他住过的地方别人就不能住了，还在离开前放火烧了，真是太恶毒了。他是什么人啊？他是？我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知道你是个什么人。贝寻，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东西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哟，你也知道话不能乱说啊？那你刚才干什么呢？我恶毒，我娘嫁妆给我建的水系，我走前烧了就是我恶毒。太傅府苛待我们娘俩，他贝大人的庶女还觊觎我娘给我建的水系，三番两次吵着要住进去。我跟太傅府都没有关系了，我娘留给我的水系，我不想便宜别人，我带不走，我烧了还不行吗？既然你这么大方，那你将你娘给你准备的嫁妆、衣衫、首饰什么的，全都送给你那些庶妹多好。将来嫁个好夫君的庶妹啊、丫鬟呀什么的，带过去一同侍奉。毕竟姐姐你心善，肥水不流外人田嘛。贝寻，我什么时候要住你的水系了？你别在这血口喷人。贝梦香，你别跟我说话，平白拉低我的智商。你当初在我水修门口骂了一个早上，还真以为传不出去。你忘了我水修隔壁不远处是谁的府邸？要是没有你早上那一骂，估计你爹还不能那么快就收到训斥的圣旨呢。说起来，贝大人还得多谢你。贝寻，怎么说你都是香儿的嫡姐，怎么这么欺负香儿呢？哦。我欺负他？皇上都说我跟太傅府再无瓜葛了，我哪来的妹妹？如果你没聋的话，是他们先说我恶毒的，你听不见吗？再说了，你一个明知道自己表哥有未婚妻还勾引人的东西，有什么资格在这说我？贝寻，你胡说什么？回去受禀明爹娘，爹让你镇国公府给我一个交代，不然我以后还怎么嫁人？你坐就好好坐着，站起来干什么？一会儿动了胎气，岂不是要怪到我头上了？还是说你想碰瓷儿？我跟你说，这么多双眼睛可都看着呢，我可没动你，他们都能给我作证的。这裴三小姐的表哥是，是谁你知道吗？我知道，是今年的探花郎陶荣良。不过据说年初先皇已经给他赐婚了，是太史令家的千金易从灵，就等着来年成亲呢。如果真的跟贝大小姐说的一样，那裴莹岂不是要过去做妾？贝寻，我们现在都知道你有镇国公府撑腰，但此事事关一个女子的名节，还希望你能为你的口无遮言给颖儿道歉，不然这件事我们一定会追究到底。贝寻，虽然我们流着一半相同的血脉，但我贝梦香绝没有你这种信口开河、毁人名节的姐姐。道歉？我为什么要道歉？道歉？你毁人名节还不该道歉。安叔兄，我看这天好像阴了下来，怕是要下雪，时辰也不早了，
我们先带着妹妹们回去吧。如此也好，那我们一起过去吧。正好我娘也在那边隔壁的暖阁。嬷嬷，你听见了没？贝寻那丫头说裴英有了身孕，你觉得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恐怕那裴小姐自己应该都不知道。这下可热闹喽！哎，那群兔崽子们怎么过来了？我还没听完呢。哥，我们被人欺负了。贝大小姐，你同样身为女子，不知道你刚才的言论对一个女子的伤害有多大吗？说一个还未成婚的女子有身孕，你这是想活活逼死她呀？就算你们之间有口角，你也不能说这么恶毒的话来。这件事如果礼部侍郎真要追究，就是郑国公府怕也讨不到好保。俊文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最开始先说人恶毒的应该是令妹吧？念情那是就事论事，这两者怎么能一样？见过双标的，没见过这么双标的。怎么？你妹妹就事论事说人恶毒，我就不行。你离开太傅府前烧了水系，不让香儿住，还让自己已经不在了的娘跟父亲和离，不是恶毒是什么？难道我还说错你了？是啊，要是我也肯定不会把水系留下给别人住。就是自己娘亲给的东西，凭什么白白便宜别人？你们刚才没听见贝大小姐说吗？是那贝梦香非要住进去，还在外面骂了一早上，隔壁御史府都听见了，这才参了贝大人一奔。贝大小姐说的没错，尚小姐你那么心善，怎么不把你娘留给你的嫁妆分给你庶妹？分给庶妹？咱们谁不知道吏部尚书的嫡女对自己那几个庶出妹妹一直都是极尽打压，几个庶妹身上时常不是青一块就是紫一块。表哥，你今日也在。贝寻说我勾引你，你快出来告诉他们我没有，我真的没有。你话没说全。我可不只说你勾引你表哥，我还让你小心点儿，别动了胎气，最后赖到我头上呢。摄政王到！见过摄政王，摄政王千岁。都起来吧。贝小姐今日穿的真是好看，本王觉得跟本王这身很是般配。臣女多谢摄政王夸奖，臣女。这是贝承平的二女二小姐哦，贝二小姐误会了。本王刚才说的是贝大小姐，贝寻。贝二小姐还真是敢想。摄政王天人之姿，小女不敢跟摄政王般配。本王说你配，你就配，不配也配。本王本来和各位大臣在旁边商议2月后太后寿诞的事，礼部侍郎家的丫鬟突然来找裴侍郎，说出了大事。你们不用在意本王，处理你们的事就行。贝大小姐口出恶言，辱我名节，还望摄政王给臣女做主。如果不能还小女清白，那小女今日就撞死在这赏雪宴上。别急，一会儿就是你不撞，你爹也会拎着你去撞的。回摄政王，事情是这样的，一开始是尚小姐和裴三小姐先说贝大小姐把水系烧了也不给贝二小姐住，还让自己父母和离，很是恶毒。贝大小姐这才说水系是她娘用嫁妆给她建的，贝二小姐非要住进去，她不愿就给烧了。至于父母和离，是皇上和太后做的主。哼，既然不敢，就管好你们各自的嘴。嘴这么碎，将来嫁去别人家，岂不是要家宅不宁？贝大小姐做的没错，如果是本王，也会和贝大小姐一个做法。自己母亲用嫁妆给自己建的东西，凭什么给别人？这波本王占贝大小姐。至于和离，是皇上和太后的意思。怎么，你们谁有意见？臣女不敢。哼，既然不敢，就管好你们各自的嘴。嘴这么碎，将来嫁去别人家，岂不是要家宅不宁？是臣教女不善，回去定当好好管教。可贝寻说裴小姐勾引自己表哥，还怀了身孕，这毁人冥界的话又怎么算？那你到底有没有勾引自己表哥？你表哥是今年的探花郎陶荣良，已跟太史令家嫡女赐婚，来年成亲。臣女没有勾引表哥，还请摄政王还臣女清白。清白？你还有清白？还真是敢做不敢当。贝大小姐，这话可不能乱说。我跟表妹清清白白，容不得你诬陷。我诬陷你们？孩子都有了，我诬陷你们？我可不像你们，你们不做人，我还是要做的。贝大小姐，你能为自己说的话负责吗？要知道，一个女子的清白很重要。若真是你信口雌黄，就是本王也护不了你。敢翻本王白眼的，你可真是第一人。忍住，娘说了让我照顾这小祖宗。我敢说，自然就敢负责。找个溥仪把个脉就是，用不着在这儿叨叨没完。回摄政王，这位小姐确实是喜脉。不可能！你是不是把错脉了？我怎么可能有身孕？老奴的父亲曾是御医，一个小小的喜脉是绝对错不了的。小姐若不信，可以请附近别庄的府医再来看看。一个未出阁的姑娘居然说这孩子是谁的？是不是有人强迫你？我好像记得寻儿说她勾引的是她表哥。摄政王明鉴，臣并没有跟表妹做出格的事，表妹肚子里的孩子跟臣无关，先皇已给赐婚，臣又怎么做这种事儿？表哥，
当初你不是这么说的，你明明说你喜欢的是我，赐婚是逼不得已，等你大婚后会把我迎进府中做嫔妃的。你说孩子是我的，你可有什么证据？你说孩子是我的，你可有什么证据？既然贝大小姐说的都是事实，那就不存在毁人铭记的事。你们的家事本王不相关，但是本王和贝大姐有缘，看不得有人欺负她。你这狗就看不得我好是不是？难道你不知道你今日这话传出去，我以后就要成京都的猴儿戏了吗？你给我上！小祖宗，我上完了，我就要下油锅了。梁哥哥，难道你忘了我了吗？你不是说高中之后就回来娶我的吗？谁在说谎？你好狠心，你后悔的婚家小姐狠心将我推到湖里，我要生生世世都缠着你。阿良，下来陪我吧，我在下面好寂寞。这探花郎是怎么了？难道是缺德事做多遭报应了？呀，探花郎，你身后怎么站着一个白衣女子啊？全身还湿漉漉的，好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别找我，我已经在寺庙里给你立了牌位，让你收了香火，你为什么还缠着我？是你为了荣华富贵杀了我，给我立牌位只是为了你自己安心。我在下面受苦，你为什么不来陪我？我错了，我不该将你推到湖里，我也是逼不得已啊。先皇给我赐婚，我不敢抗旨，你胡说！是你贪恋权，说自己祖先为屁屁，将怀有身孕的我推到湖里，然后混进来做你的探花郎，等着娶官家女。我今日一定要让所有人看清你的真面目！求你放过我吧！表哥，你在说什么？你将谁推到湖里了？大家都看见了，这陶荣良一看就不是个好东西，不止骗过一个女子，颖儿一定是受他蒙骗的，还请摄政王做主查明真相。这种人怎么配在朝为官？今日刑部侍郎也在，这件事就交给你去查，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好了，剩下的就是你们的家事了，本王就不管了。天色不早，都散了吧。那个贝大小姐，雪天难行，你跟我们一起走吧，让安叔送你回府，也好有个照应。对，我送你回府，还有我2个妹妹，咱们顺路。还是本王送贝大小姐吧，本王也顺路。好吧，我只是个臣女，你是摄政王，你说了算。送就送，我倒要看看你这个狗媒婆要干什么。贝大小姐能看见我们看不见的东西？看不见，我刚才胡说的。哦，是这样啊，看来是本王多心了。本王听说贝大小姐是天生的痴傻，不知道是哪位神医给治好的。没有神医，睡一觉自己就好了。王爷，您是哪儿不舒服吗？那个外面那个赶车的，你家王爷好像有点不舒服，你要不要进来看看？王爷，您还能坚持住吗？本王还有事，贝大小姐自己回府吧，马车给你，本王先行离开。主子，这是什么情况？华善，咱们马车上有我的红衣吗？有，属下怕主子临时要用，每次出门都在马车里备下一套。走，带你看热闹去。华善，你说这凤千金会不会变成狼啊、豹啊之类的？不会吧，看样子应该是中毒，而且有些年头了。主子要是实在好奇，要不属下先去看看。这人形真肯打，这要是换成米蜂，估计早躺地上装死，说什么也不起来了。其实遇到个好主子真的挺难的。我从小就被卖到训练安慰死舍的组织，挨打、受罚、试毒都是家常便饭。我可是个好主子。喂，你还能不能行了？阁主，2粒丹药治好你，1粒1万两，可要？要，您不知道，多谢阁主。给。这么好的丹药，便宜他你了。我是无尘阁阁主，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你们2个好好待在外面，没有我的允许，谁也不能进来，不然被打死，我可没有丹药救你们了。你倒是有意思，主子给的丹药，多少人求都求不来，你还藏着掖着。魏泽，别再进来了。其他人应该在来的路上了。如果最后真控制不住我，就将我的双腿打断。这破地方真是太冷了。本阁主在这附近办事路过，正好看见你的护卫来回来去的飞出去，觉得好奇就来看看。本王中了奇毒，现在正是毒发的时候，控制不了自己。阁主还是出去吧，免得误伤了你。摄政王果然能力滔天，不仅在朝政上运筹帷幄，你和你身边的护卫更是一眼就将本阁主都认了出来，真是有点意思。本王虽是摄政王，但也是将军，对江湖中的事还是知道一些的。更何况吴成阁近1年在4国风头正盛，本王想不知道都难。走，快走！我离开，然后让他们把你的双腿打折。反正本阁主现在也没什么事做，就留在这儿踹踹你也挺好的。阁主好像很怕冷。现在可是深冬，这儿还有个这么大的寒池，能不冷吗？本王的披风在那边，没被淋湿。阁主如果不介意，可以先披上。这寒池也有100年，你一个女子待在这里对身体不好。哎，你这毛病是中毒了吗？本王也不知道，从出生就这样了。会不会是遗传？阁主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说？你也知道无尘阁的买卖以情报为主，所以本阁主确实是查到了一些关于你的事。确切的说，
是关于你父亲的事。本王愿闻其详。你当我无尘阁的消息是白拿的不成？这么重要的消息，10万两银子，1分也不能少。哈哈哈，魏泽，滚进来！王爷，您怎么样了？可是有什么吩咐？拿10万两银票给阁主。阁主，我这里暂时只有7万两，剩下3万两等回去后马上送到无尘阁的产业，行吗？不是说看热闹去了吗？该打劫了。本阁主查到，你父亲可能跟南疆有些关系。南疆吗？其实本王也查到了一些，只是不确定而已。既然阁主也这么说，那南疆肯定是有问题的。你这身上好像还有些别的东西。什么东西？这是什么？叶芝，你怎么了？阁主，你怎么样？我没事，只是突然头疼。你身体里的东西还真是有些意思，连我都看不明白，而且还会攻击人。不知道阁主说的是什么？反正不是你能看见的东西就对了。有些事情说出来比较匪夷所思，我可不想被人当神棍。还有，叫我叶芝就行。不管怎样，现在也算是认识了。好，那你也别叫我王爷了，就叫我名字。对了，如果我说我能看见的灵魂，你相信吗？对了，如果我说我能看见的灵魂，你相信吗？看，这不就是把我当神棍了吗？不好意思，除了国师之外，我从未见过第二个说自己能看见灵魂的人。国师？那是个什么？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其实咱们南境国是有国师的，宫中还有他专门的宫殿，只是从不参与朝政，知道的人不多。只不过他常年四处云游，没人知道他在哪儿。我也是很小的时候，父亲领我去见过一次。那你父亲有没有说过国师是做什么的？父亲只说他能看见常人看不见的东西，是个很厉害的人。你刚才说能看见我的灵魂，是真的吗？其实我对你们这个算命还挺好奇的，他一个凡人到底是怎么看出来命数的？国师说我的灵魂上有一层薄雾，他看不见。果然是骗子，凡人当然看不见命数了。如果随便谁都能看见，那还要天道法则干什么？你好像知道不少。曾经被一个有点厉害的人教导过，稍微懂得一点点。其实国师真的是个高人，虽然他看不出我的命格，却说我父亲身上确实是毒，从出生就被下的毒，只是不知被谁压制下来才得以存活。至于我现在的样子，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是因为毒素，剩下一大部分是命数。国师还说，等毒素解开，剩下的就是机缘了。你这毒一般要发作多久？大概还有半个时辰，阁主可以先回去休息，不必在这里守着。说了在这儿等就等，万一你一会儿又发疯，你那护卫可经不起你再打几回。你的灵魂上确实有些问题，不过我看不太懂，可能你现在的状况跟你灵魂上有些关系也说不定。你现在发作过了，今天是15，应该没事了吧？应该是没事了，就算再发作也不会这么严重，魏泽他们就能解决。唉，这次真是麻烦你了。不麻烦不麻烦，既能听八卦，又能踹人，还能挣银子，挺好玩的。那我就走了，后会有期。后会有期。寻儿，你怎么样了？有没有冻着啊？外祖母没事的，昨夜马车坏了，天又冷，我就在附近随便找了个农家住下来。今日一早，华善重新找了马车，我们就回来了。您看，我一点事儿都没有。红山，昨晚到底是怎么回事？主子，属下也不知道。昨日赏雪宴结束后，摄政王说送小小姐回府，走到半路，摄政王突然带着侍卫离开了，把马车留给了小小姐。小小姐身边的华善功夫在属下之上，属下不敢离得太近。等属下回过神来，就看见府上的马车坏在了半路，中间有一段时间，属下就像失忆了一样，根本想不起来发生了什么。我知道了，以后小心一些。外祖母安排的人没问题吧？主子放心，那是张神医从前配的药，绝对没有问题，也不会对人体有损害。先回去睡觉吧，明天再说。师傅，您就是染了风寒了，不然怎么可能一直打喷嚏？我没有，我是神医，难道连自己有没有染上风寒都不知道？哼，绝对是。老张头，快给我个避毒丹，让我进去。做梦吧你！我是绝对不可能让你进来的。哦，这样啊，那好吧。华善，我肚子饿了，你去将马车上的炭炉搬下来，咱们在这煮个粥喝喝。是，小姐。你爱煮什么煮什么，反正我不出去，也不让你进来。你这个黑心肝的，休想！住手！快住手！哎，华善呀，你看这人可真是的，咱们上赶着给他送东西都不要，不要就算了，咱们俩自己留着用。我要！这水是不是快开了？赶紧将米放进去。听说这小药炉熬东西可好了，不知道熬粥怎么样？我的小祖宗哎！还有大枣、莲子、桂圆，每样都抓一把。这小药炉确实是有点小了，
估计也就够咱俩一人一碗的。别，快别放了！哎呦，住手啊你们两个！华山，你别说，这小药炉的火还挺均衡，一点都没糊锅。闻闻，多香，我都饿了，一会儿再熬一炉。小祖宗，你说你要什么我都给你，快别熬了，那是药炉，不是大锅。原本觉得这小药炉花了我20万两银子，还挺心疼的，没想熬粥这么好。哎，也不知道熬完粥以后还能不能熬药了。老张头，你要是想喝，得等下一炉，这一炉只够我跟华少2个人的。小祖宗，你进来，我马上就把院子里的毒气散了，立刻，马上。小祖宗，你快进来吧，快呀！刚才我是挺想进去的，不过现在不想了。小祖宗，那你现在想干什么？想喝粥。刚才是我不好，是我不对。您堂堂镇国公府小小姐，还是吴成阁阁主，怎么会跟我一个小人物计较呢？不，我这人一点委屈都受不了，睚眦必报，绝不吃亏。小祖宗，我刚才是跟您开玩笑的。你说，我就是带了天上的仙桃，都不可能让我进去。我的意思是，我哪能收您这么贵重的礼物呢？要是带了礼物，我都不敢让您进门。没错，就是这个意思。你还说我是个黑心肝的？我是想给您请个平安脉，看看您的心啊、肝啊的有没有问题。你也知道我是神医，咱们有病治病，没病保养嘛。小祖宗，我最近研制出的解毒丹比从前的更好，还有避毒丹、迷药之类的东西，只有您想不到的，没有我没有的。您赶紧进来选选，看上什么全都拿走。真让拿？真让。不心疼？不心疼。不能我拿走以后撵着我逼逼？绝对不逼逼。既然你这么有诚意的话，华山，走，咱们进货去。去马车上将我早上准备的袋子拿下来。哎呦，我终于找到这个小药炉了。当年这个小药炉被盗以后，老祖宗连走的时候都没闭上眼。不得不说，还得是阁主您这袋子是不是略微有些大？不大，一点都不大。一个麻袋够不够？不够的话，我这还有。不用麻烦张神医，这样的袋袋，主子的马车上还有6、7个，够用了。师傅，不好了，咱家来土匪了。那2个土匪拿着麻袋，将您后院那一排屋子里的丹药全都拿走了，一瓶都没有剩下，就连空没事，让他们拿，你去盯着点儿。师傅，这次是真的不好了。那2个土匪又拿着几个麻袋，将您密室里的丹药也全都拿走了，一时连毛都能没剩。密室里？对啊，就是密室里，3个密室全都被打开了。老张头，这次真是让你破费了。不过你放心，我知道你还要找个捣药材的那个东西，跟这药炉差不多，纯黑色带暗纹的，对吧？等我找到了，还给你送来。老张头，这次真是让你破费了。不过你放心，我知道你还要找个捣药材的那个东西，跟这药炉差不多，纯黑色带暗纹的，对吧？等我找到了，还给你送来哈。那叫药臼，不着急找那个玩意儿，其实也不是特别重要。耶，那不也是你们张家几代传下来的东西吗？真不要了？你确定你家老祖宗不能半夜上来找你聊聊天？那就麻烦阁主了。从今日起，我多做些丹药，您有什么需要的就让华善姑娘来说一声，我绝不推辞。我记得你曾经说过的，谁要是将你们张家的小药炉找到，谁就是你的恩人。行了，你也别这么客气了，不用送我们，留步吧。对了，多做些丹药，因为我有种感觉，你那捣药的玩意儿就快要找到了。师傅，咱们的丹药全没了。没事，再做吧。这小祖宗总算是把药炉送回来了。寻儿啊，再有半个多月就是太后寿诞了，太后不想铺张浪费，就同年节一起过了。外祖母这里有些银子，你拿去买些喜欢的衣裙首饰，千万别委屈了自己。到时候外祖母跟你一起进宫，别怕，要是遇到太傅府那几个不要脸的，自有外祖母给你撑腰。外祖母，这是寻儿认识的一位神医炼制的丹药，强身健体的，1天1粒，您就当糖豆吃着玩。不够还有的是不用省着，这几瓶是给外祖父的。寻儿知道外祖父年轻时征战落下了病根，都是对症的，用法医写在上面了。老夫人，您这是怎么了？是不是小小姐送来的丹药有问题？要不要老奴去找府医来看看？这是张家的丹药。张家？是那个张家？对，就是那个张家。没想到张家居然还有后人在，好啊，真是好啊！寻儿能认识张家的人，是个有福气的。主子，那是不是贝梦香？主子，给您，百味君掌柜家刚下的小狗，我看着好看就给您抱过来了。它还这么小，你也不知道找个被子包起来，冻死了怎么办？我用内力给它暖着呢，冻不着。华善姐姐，你们刚才看什么呢？喏，那贝家2小姐不知抽什么风，带着丫鬟在转悠好几圈。她呀，在这等摄政王呢，都好几天了。等凤千诀，他俩好上了。看主子说这王四公看着那蠢货，人家狗都乐意了。那贝梦香上次赏雪宴，你们回来时不是半路马车就空了出来？她故意让自家车夫把马车陷进雪地里，在那等着劫马车。华善姐姐，你们刚才看什么呢？喏。那贝家2小姐不知抽什么风，带着丫鬟在这转悠好几圈了。嗨，她呀，在这等摄政王呢。那贝梦香上次赏雪宴，你们回来时不是半路马车就空了出来？她故意让自家车夫把马车陷进雪地里，在那等着劫马车。摄政王府的车夫不敢做主，其他家的马车又早走了，最后扛不住他的软磨硬泡，只能让他坐在马车外面。他根本不知道你们不在马车里。最后偷鸡不成蚀把米，冻回去就发起了高烧，差点没烧傻了。感谢人家，估计摄政王根本不知道这回事儿吧？若真让他知道了，那车夫少不了一顿罚。他这哪是感谢人家，分明是恩将仇报嘛！快转开！哎，说你呢？这谁家的小姐不想活了？你是不是有毛病？当街拦马车，
穷不起了，在这碰瓷儿呢，瞎了你的狗眼，也不看看这是谁的马车。发生何事？回禀王爷，前面有个女子拦了咱们的马车，若不是速度不快，现在怕已经撞上去了。陈女是太傅府小姐，排行第2。我父亲是贝承平。有事？陈女是来感谢摄政王的。那日赏雪宴回来的途中，陈女的马车不小心陷进雪地，是搭了王爷的马车才能回来。王爷，奴才那日并没有让贝尔小姐上马车，她是跟奴才坐在马车外面的。这辆马车？不是，那辆马车自上次赏雪宴后就再没有用过，还在府里。回去将那辆马车劈了烧火，以后再搭乘这些不三不四的人，你也就不用留在王府了。贝尔小姐，奴才好心好意搭您回来，您怎么恩将仇报啊？麻烦您让让，以后离王爷的马车远些，不然照您这种碰瓷法，摄政王府的马车全得送去劈柴了。王爷，陈女还不走？走，马上就走，麻烦贝尔小姐让一让。不躲开就撞过去，敢当街拦本王的马车，撞死也是白撞。蜜蜂，最近关注着点贝梦香，还有那边那个穿黄衣服的女子。是。主子，蜜蜂让人送了消息来，凤千诀派人传话说国师回来了，人就在摄政王府。让蜜蜂告诉凤千诀，今晚我自会去摄政王府找他。还有什么事？主子，蜜蜂让我跟您说，他还没见过国师呢，也想去凑凑热闹。主子，蜜蜂让我跟您说，他还没见过国师呢，也想去凑凑热闹。这个货，我不让他去，难道他就不去了？他要是不去，晚上能睡着觉？罢了，告诉他晚上在真香阁等着，省得自己偷偷跟去，到时候被人家摄政王府的人抓到，还以为我们无城阁没规矩呢。无城阁好像还真没什么规矩。那个叫红山的处理好了，主子放心吧，这会儿他正睡着呢，保证一觉到天亮。王爷真是够细心的，怕人家阁主来的不方便，把府中所有暗哨全撤了。就是这王府里一个人影都没有，还真挺吓人的。阁主，您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吓死属下了！哎，我说你们好歹也是摄政王府，就算摄政王武功再高，也不能一个暗哨都没有啊！早知道这样，我就偷偷跟过来了，省得这一路上遭人白眼。阁主，王爷特意吩咐属下在这儿接你。你们这王府还真挺阴森的，就连我这种常年昼夜出出的人，心里都发毛。叶芝，你来了，可冷。叶芝，主子，我怎么觉得那老头等着你去跪他呢？一会儿指不定谁跪谁呢。国师，这就是本王跟你说过的无城阁阁主叶芝。哼，既然想让本国师给看看，那就将面纱摘下来，故弄什么玄虚。堂堂国师居然只会看面相。本国师当然不单单会看面相，既然你如此不屑，本国师就好好给你看看。到时候看到些不好的，可别说本国师不给你留面子。请开始你的表演。这是神棍。虽然我看着也像，但你好歹也小点声，不然他一会儿什么都看不出来，该赖到你头上了。这国师该不会是想把主子身上钉出个洞来吧？国师，你还好吧？完了，我刚才就不该说话的，这下完了要被碰瓷儿了。喂，那个国师，你吐血跟我说话没关系啊，我可没银子赔给你。对了，医药费我也不会付的，别想赖上我。你怎么？国师想好怎么让本阁主下不来台了吗？请问姑娘究竟是何人？你是国师还是我是国师？你问我。国师，叶芝他……王爷，阁主的灵魂不是我能看的。此话怎讲？我没有资格看阁主的灵魂。本阁主的灵魂要是随便一个神龟都能看，那本阁主还混个屁呀！阁主能否为我解惑？解惑？解什么惑？我就是给你解了又如何？你该看不见还是看不见。先不说我，就外面站着的紫衣女子，你不是也没看见吗？叶芝，你说的紫衣女子在哪里？喏，就在那儿，那棵大树下面站着看着你呢。是你心上人吗？那女子可是穿着一身紫色衣衫，眼睛与本王极为相似，头上戴着一根紫水晶发簪。对，没错，你能看见。那是我母亲，这就是没文化的代价。我有的是文化，大师兄你才没文化。那个误会，你们当我抽风的就行，你们继续，不用管我。别说大师兄不帮你，这个给你，好好学学，不然以后说出去丢我的人。大师兄，你等着，我跟你没完。能否让本王见到母亲？王爷，以我目前的能力，我做不到，因为我根本看不见令堂。或许阁主可以，阁主绝非凡人。虽然我看不见他的灵魂，但他的神识十分强大。就在我要看他灵魂的时候，他的神识攻击了我。而能拥有神识的人，自然不是普通人。神识那是什么？国师也有。
我功力不够，还没有神识。我之所以能探查别人的，因为你在机缘巧合下开了芝麻大小的灵智。阁主说的不错，但如果阁主不说，我到现在还不知道那是灵智。但是这人呐，得知道一句话：嘚瑟大了掉毛。阁主教训的是，以后我一定注意。我就说主子不是寻常人吧，不然一个一直吃傻的人，怎么可能醒来后就懂那么多？而且最重要的是，他连内力比都没有，就能轻轻松松把我按在地上摩擦。蜜蜂，我告诉你，你要是敢背叛主子，就算我打不过，我也会尽我所能杀了你。你可别胡说，咱们自家的主子当然是越厉害越好了。别说主子会些奇怪的东西，就算他不是个人，我也追着给他端茶倒水。凤千诀，其实我是不建议你跟伯母相见的，虽然这样有些残忍，但你要知道，这世间有他的法则，如果违背了，不管是对你还是对你母亲，都会有不好的影响。阁主说的对，虽然我不能让你们见面，但是我能让你们说说话，这样行吗？可以吗？真的可以跟母亲说话吗？可以，但你们只有1晚上的时间。剩下的事情你就不用担心了。等他了掉心愿，天亮前我会送他去轮回的。主子可真美啊，真不知道有什么样的人才能配得上主子。是啊，虽然我每天都在主子身边，但每次看见他，还是觉得美得惊人。其实你长得也不错，但是不能跟主子比，跟主子比你就是丑了。我特么谢谢你哈，伯母也不知道在那树下待了多少年，魂魄都快要消散了。好了，现在你母子可以说话了。娘，千诀。娘，你怎么会在王府？姑娘，多谢你了。伯母，你们有什么话就赶紧说吧，天亮之前我就要送您离开了。千羽，你父亲不是战死，是被人害死的。你父亲一直都跟我说，他活不活不重要，但一定要解开你身上的毒。所以这么多年，他不停地在寻找真相，最终在南疆找到了一丝线索。你父亲应该是跟南疆皇室有些关系，但具体是什么，他还没来得及查到，就被人下了奇毒，所以他才会在战场上失利，最终战死。儿子，你跟紫渊的女儿……娘，我已经有心玉的姑娘了。至于那贝家小姐，在我能力范围内，我自会好好照顾她的，就像当成妹妹一样。那个小祖宗，我们是来接人的。这个女子已经在此逗留很久了，以前她身上有功德光，我们奈何不了她。可现在功德光马上就要消散了，如果我们再不把她带走，她会魂飞魄散的。小祖宗，我知道，放心，我又不傻。你们走吧，天亮之前我会亲自送她去轮回的，不会耽误你们差事。那个，叶芝，我知道，我只是……千吉，不要舍不得，还能跟你说说话，娘已经很知足了。这还得多谢这位姑娘，那就麻烦姑娘送我离开吧。叶芝。娘，你们只有1炷香的时间。叶芝，我有些累，就先回去了。你要是有事找我，就还让人去真香院传话就行。国师叶芝他不要紧吧？虽然我的修为不如阁主，但也知道逆天而为是有反噬的。阁主最后结的那个印，是将所有反噬引到了他自己身上，只为了让你们母子见上一面，不然反噬到你们身上，夫人怕是要魂飞魄散。怎么就看不得美男伤心呢？怎么就自己找死呢？这下好了，人家圆满了，你自己在这受反噬，活该，活大该。主子，我自己知道怎么回事，华山过了12时辰就好。我是怎么跟你们说的？您说让我们亲自将那沈碧寒带去投胎。那玄儿的反噬是怎么回事？大人饶命啊！是小祖宗自己说要亲自送沈碧寒去投胎的，小的们也是没办法呀。而且那沈碧寒最后确实是被送去投胎了的。你们到底知不知道谁才是你们的主子？照你们的想法，这个位置我让给玄儿来做可好？毕竟他的话可比我的管用多了。大师兄，那2个鬼差借我试试，我缺2个看门的。你们2个，玄儿叫你们去给他看门，还不快滚！等着让老子送你们吗？还是小祖宗好，小祖宗人美心善。对，虽然咱们这次，但到底还是小祖宗救了我们。小祖宗就是天上的活菩萨，小祖宗是我们心中永远的太阳。倒也不必这么硬夸。主子，林家那对双胞胎姐妹邀您3日后一起去逛街喝茶。行，在床上躺3天，3天以后正好出去溜达溜达。其实我还真挺喜欢那俩双胞胎的，他俩可好玩了。华山，这小奶狗有名字吗？蜜蜂没说，应该没有。主子，您看看属下是谁？娘，是您来接我了吗？主子，您等着，蜜蜂这会儿就在外面守着，属下马上就让他去把张神医拎过来。您再坚持坚持啊！华善，我跟你闹着玩的呢，你可千万别去将老张头给我拎过来。就咱俩上次干的那事儿，你让他过来治我，估计他能直接给我送走。主子，您刚才在笑什么呢？我想到给这个小奶狗起什么名字了，以后你就叫小黑了，好不好呀，小黑？玄儿，换个名字。我偏不，我就喜欢叫他小黑，多好听。玄儿，换个名字。我偏不，我就喜欢叫他小黑，多好听。是不是玄儿又闹出什么事儿了？玄儿给一只白色的小奶狗起名叫小黑。叶白，小黑，别说，乍一听还真是挺像一家人的。崔珏，我发誓，等下个月玄儿回来，我一定劝他给小黑改个名字。你还是想想他下次回来你藏哪儿吧，这个月就差点被他抓到。要不突然想起还有事，先走了。哎，叶白，玄儿，咱们去成衣店看看怎么样？就在真香阁旁边，正好买完香料去买衣裙。
对了，你身上的熏香是什么味道的呀？太好闻了，上次赏雪雁就想问你了。我没用熏香啊，从来不用香料的。没用，可你身上真的好香啊。花香？不对，松花香好像也不是，说不出来，以前从没闻到过。离远了没有？要离近了才能闻出来。总之就是闻了让人心情很好的味道。你们看呀，那贝梦香像不像个首饰匣子？贝寻，你等等，我有话跟你说。贝大小姐，香儿在跟你说话呢。你愿意当舔狗就自己好好当，别拉着别人跟你一样把贝梦香的话当成圣旨。你别胡说，我什么时候把香儿的话当成圣旨了？哦，原来没有啊。那行吧，你说没有就没有吧，我还以为你心意贝梦香呢，看来是我会错了意。我没有，我不是。没有什么，没有心意贝梦香。香儿温柔，性格又好，就算我哥哥喜欢香儿又能怎么样？哪像你一样，除了长得好看一无是处，就只能倚仗镇国公府，算什么本事？来，咱们往后退退，离傻子太近容易传染。你们把贝梦香当宝，没准人家把你当草呢。吏部尚书府人家可看不上，人家看上的是摄政王，想着当摄政王妃呢。贝梦香做梦倒是香得很。哟，这不是贝家二小姐吗？怎么今日换男人了？不去街上拦摄政王的马车了？也是，贝二小姐要是再拦几次，估计人家摄政王就得走着出门了。公子此话怎讲？摄政王府的马车都被拦得劈了烧火去了，摄政王自然是要走着出门喽。姐姐，我只是想问问你在镇国公府过得好不好而已，毕竟那只是你的外家，到底不如自己家自在。如果你有什么需要，还是可以回来跟祖父和父亲说的，他们定不会不管你的。你是没睡醒，还是被傻子传染了？我是镇国公府的小小姐，现在整个镇国公府都是我在管家，我过得能不好？倒是你，太傅府是离了我娘的嫁妆以后，穷得连首饰匣子都买不起了吗？让你这个勉强还算得上官家小姐的人，把所有钗环都戴在头上，你这一路走过来，没人问你脑袋重不重啊？掌柜的，把你们这儿最好的布里和成衣拿过来，本小姐要挑挑。念晴姐姐，咱们别买了吧，已经很多了，好的几乎都在这里了。没关系，出门时我娘给了我银子，够买这些的。可是买了这么多，穿不过来放着浪费了。我留着送人，只要能找贝寻和那双胞胎的晦气，我就高兴。念晴，别闹了，要是他们把千衣房里所有成衣都看一遍，难不成你还要全买下来？哎呀，大哥，你是不是傻？那俩双胞胎的身量跟我差不多，你没看我买的几乎都是这里最好的，还都是我能穿的。掌柜的，我定制的衣衫很好，直接送到镇国公府就行了。另外，我记得店里是不是还有几匹东洋国的蚕丝锦缎？你去挑几匹花色好的，让我这2位朋友挑挑，记在我账上，就当我提前送他们年节的礼物。寻儿不用，这家没有，我们可以去别家看看。那蚕丝锦缎太贵重了，我们不能要。小二，上茶。没关系，你们尽管挑。你们也知道，我在京都没什么朋友，就你们2个和欢颜同我交好。只不过欢颜还没从老家回来，不能一起挑。不要紧，一会儿咱们替他挑个好看的花色，让掌柜的送到他府上去。掌柜的，这蚕丝锦缎我要1匹。这位小姐真是抱歉，这蚕丝锦缎只有这8匹，而且不对外销售。不对外销售？那他怎么能买？回这位小姐的话，贝大小姐能买，是因为她跟我们千衣服的老板认识。我们老板交代过，店里的东西不管多珍贵，都要先紧着贝大小姐。我就不信了，整个京都就你们千衣服有蚕丝锦缎，别的店里就没有。我就不信我有钱的还能买不着1匹布。今年东洋国总共出了16匹，8匹送进了东洋皇宫，另外8匹全在这儿，别的地方根本就不会再有了。整个京都就你们千衣服有蚕丝锦缎，别的店里就没有。我就不信我有钱的还能买不着1匹布。今年东洋国总共出了16匹，8匹送进了东洋皇宫，另外8匹全在这儿，别的地方根本就不会再有了。听见了没？我跟这千衣庄的老板认识，所以你们别有心理负担，随便挑自己喜欢的就行。你们2个呀，一个喜欢湖蓝色，一个喜欢浅粉色，对吧？这正好一样有2匹，颜色刚刚好。哦，对了，这2匹嫩黄色的给欢颜送去吧，他一定喜欢。哎，剩下的2匹居然是华善你最喜欢的银白色，正好给你裁身衣裳穿。掌柜的，这得多少银子1匹啊？回这位小姐的话，这蚕丝锦缎虽然不如天丝云锦稀有，但也得500两。才500两1匹，我还以为多贵呢，也能让你们珍惜成这样。想必这位小姐从来都没买过天丝云锦和蚕丝锦缎吧？谁说我没买过？看不起谁呢？我爹可是吏部尚书。既然买过，那您怎么会不知道？这市面上所有的布都是按匹卖，唯独的天丝云锦和蚕丝锦缎是按尺呢。不知道吏部尚书1年的俸禄是多少，经得起上姑娘这么个花法？难不成？贝大小姐请慎言，家父自为官以来公正廉明，从没做过有违律法的事。倒是贝大小姐身上穿的是天丝云锦，手上这蚕丝锦缎更是说送就送，这镇国公府想必也不简单啊。我们镇国公府当然不简单了，我3舅舅是皇商，我花点银子怎么了？好了，咱们走吧，一会儿去真香阁看看香料，顺便吃顿好的。辉泽，
消息可送去真香阁了。回主子，送是送去了，可那副阁主说他们阁主最近身子不适，在休养，怕是不能来赴约了。贝寻最近怎么样？王爷，您是不知道，那贝寻今日可把吏部尚书那嫡女挤兑的够呛，他居然把牵一副不对外销售的蚕丝锦缎全送了人，整整8匹啊，真是大方。不仅这样，上句文说镇国公府不简单时，那贝寻居然说我三舅舅就是皇商，我花点银子怎么了？王爷您是没看见那上句兄妹俩的脸色当时可好看了，还有那贝二小姐见蚕丝锦缎被送了人，嫉妒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再去仔细查查贝寻。不是都查过一次了吗？她一个从小养在乡下过穷苦日子的小姐，怎么可能有本事把牵一方不对外销售的蚕丝锦缎做主送人？那掌柜的凭什么听她的？而且既然不对外销售，她怎么知道牵一房里有蚕丝锦缎？属下听到好像是贝大小姐跟牵一方的老板认识，掌柜的还说他们主子说了，牵一方所有东西不管多贵重，都要先紧着贝大小姐。你从小跟着本王，脑子怎么就不转旋呢？你看看那天无城阁的副阁主，再看看你，本王当年怎么挑中你了？贝寻从小吃傻，还生活在乡下，他是怎么认识牵一坊老板的？而且牵一坊是谁的产业？他的老板是谁？难道你不知道？是属下疏忽了，所以牵一坊的老板就是阁主。那贝寻岂不是跟无天阁阁主叶芝是认识的？属下马上去查。这贝家大小姐藏得挺深啊，居然还认识无城阁阁主，还真是小看她了。那贝寻真的就只是认识叶芝吗？镇国公府这衣裳还挺有特点的，看，这是我那外孙女儿专门找人定制的，家里每个人都有，是不是很好看？好看。我都这个岁数了，能穿上外孙女送的袍子，知足喽。三国使臣已经在宫门口了，还有永墨古国的人也在。您说什么？三国使臣已经在宫门口了，还有永墨古国的人也在。浩儿别慌，这不是还有摄政王在吗？一切听他的就是。辛苦千珏了。姨母别这么说，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三国使者本来说过了15才来，现在提前了半月，一定出了紧急的事。可永墨云国就让人看不透了。华善，你说这宫宴怎么这么烦人？一坐就是这么久，坐着就算了，还得时时刻注意仪态，不能给镇国公府丢了面子。可怜我这只适合躺着和靠着的腰啊，硬生生坐了那么久，这会儿都不会打弯了。哎，对，就是这儿，还有肩膀也捏捏。王爷，该回去了，三国使臣马上就到。王爷，主子，您看那是不是摄政王？就是那媒婆，也不知出来鬼鬼祟祟干什么，一看就没好事。走。北海使臣、东洋使臣、南疆使臣到。北海、东洋、南疆使臣见过南靖皇帝。三位使臣请起。今日才是大年30，三位使臣到的早了些。别看才6岁，一看就是从小按皇帝培养的，往那一坐还真像那么回事。回南靖皇帝，事情是这样的，臣刚收到王上的指令，王上觉得两国常年征战，百姓民不聊生，想与贵国联姻，以结永世之好。你们南疆居然还知道苦了黎民百姓？哪次战争不是你们先挑起来的？现在你们打得国库空虚了，派人来说要结永世之好，合着里面外面好的坏的都让你们说了，你们的脸呢？啊，脸呢？从前的事，双方都有对错。现在我们南疆拿出诚意，想与贵国化干戈为玉帛。王上知道这次年节也是太后寿诞，特意命人准备了丰厚的寿礼。中尉应该都知道，我们南疆王室最拿得出手的就是各种奇毒。今年王氏医师更是研究出了能控制野兽的丹药。寻儿别怕，有外祖母在，南疆那地方尽是些不入流的东西。别怕，王爷命属下保护贝大小姐安全，若有意外，属下会第一时间送贝大小姐离开。魏泽，你回到凤千珏身边，帮他保护好皇上。王爷说让属下保护好贝大小姐，属下哪儿都不能去。怎么样，皇上想好让谁服用这丹药了吗？你们南疆的奇毒向来霸道，谁知道你这药丸吃了会不会死人？怎么，你们南京的人都这么胆小吗？俗话说得好，富贵险中求。这丹药研究出来以后，我们大王子首先就吃下，收服了一头黑豹。再说了，本使臣就在这里，难道本使臣不要命了吗？我们南境官员个个都是中流砥柱，其实你这条烂命可以抵的。臣愿意试药。李将军既然想试，那就试试吧。本王这里有解毒丹，就算那丹药是假的，本王也能保你性命。贝大小姐不必担心，李将军是我们王爷的手下。不是，我不是担心那丹药，而是……不可能啊！每次都好好的，这两只老虎明明是被驯服过的。猛虎与人待久了，自然会有几分灵智。他们显然知道那黑色药丸是什么，所以才会扑出去。他们不想受制于人。保护皇上！别挡着我！你这畜生，给我滚下来，不然看我不把你的虎头打成狗头！镇国公府的小姐是被吓疯了吧？我觉得也是。正常人谁会在这个时候驯老虎？那可是老虎啊，怎么可能？快退回去！现在不是玩闹的时候。我让你下来，你听不见是不是？要造反啊！快看来呀，老虎居然真的能听懂人话！听懂了又怎么样？没看见那老虎盯着贝寻看呢，让他出风头，这下看他怎么收场。说他没说你是不是？赶紧给我滚过来趴下！
贝大小姐，可否让他们回到箱子里？听不懂人话呀？让你们进箱子里呢，等着我送你们呢。那个，我曾经在乡下的时候，村里的人都是这么训狗的，我就想着试试，没想到还真管用。我信你个鬼！好了，猛虎已被收服，众位大臣都坐回来吧。小矮子，别用那种恶心的眼神看着我。怎么，你也想进箱子里待一待？众位爱卿受惊了。南疆使臣，这2头猛虎，你不该给朕和众位大臣一个解释吗？南疆使臣，我们皇上问你话呢，你哑巴了？我们好好的宫宴，你不请自来不说，还弄了2头猛虎来捣乱。要不是有我们镇国公府的小姐在，怕是要伤多少人？那2头畜生甚至差点要了我们皇上的命。我看你们南疆不是来结百年之好的，是要来灭门的。还请南境皇上明察，我们南疆真的是带着诚意来的，不止这2头猛虎，外面还有10几个箱子的奇珍异宝，不乏灵丹妙药，这些都是我们王上亲自命人准备送来给您和太后的，都是我们的诚意啊！我们王上想娶南境国镇国公府的小小姐为王后，本王不同意。如果本官没记错，贵府的王应该已年过40了吧？今年年中，贵国王后才刚刚离世，你们王上就这么迫不及待？行吧，迫不及待也就算了，你们南疆就没女子了，偏要来霍霍我们南京的女子。一个快50岁的人要娶一个刚及笄的小姑娘做王后，还一副施舍的态度，你们王上的脸可真是比你们的疆土都大。大人此言差矣，虽然我们王上的年纪确实是大了那么一些，但平时保养得很好，看起来就像30多岁。而且小小大姐嫁过去是做王后，那可是多少女人的梦想啊！那是你们南疆女子的梦想，可我们南疆有的是大好男儿，为什么要背井离乡、远离亲人，嫁到你们南疆那么远的地方？微臣觉得玄儿该嫁去南疆，玄儿嫁过去之后，2国结了永世之好，自然就会停战，这是造福百姓的好事啊！贝大人这么想攀高枝，不如看看你旁边的贝猛香，把她送去南疆，一样能让你有个做王后的女儿。贝寻，你胡扯什么呢？谁要嫁去南疆？怎么不是贝大人刚说的吗？嫁去南疆可是造福百姓的好事。贝寻，你胡扯什么呢？谁要嫁去南疆？怎么不是贝大人刚说的吗？嫁去南疆可是造福百姓的好事。那么好，你怎么不嫁？因为我们镇国公府不需要一个做王后的外孙女撑场面，可你们太傅府却想要一个做王后的女儿攀高枝，所以你不去谁去？本王记得贝寻已经跟太傅府没关系了。不过如果贝大人想让贝二小姐嫁过去，倒是可以跟南疆使臣商量一番。贝大人，你快闭嘴吧！其实你不说话的时候还挺像个人的。你这个孽女！你最好把你的手给我收起来。不然你信不信我让那2只老虎出来，把你那摇摇晃晃的破爪子咬掉？害了老身的女儿不说，现在还敢把你那肮脏的心思打到我寻儿身上。贝承平，你是活够了想死吗？不如老身成全你如何？你还不赶紧给我滚回去坐好，少在这儿丢人现眼！父亲，我这也是为了咱们太傅府好。你什么都不做，就是为太傅府好了。没有你的自作聪明，太傅也不至于成现在这样。那可不，你可真是你爹的好大儿。贝大小姐，打住，不会嫁到南疆去的。摄政王不同意，镇国公府不同意，我自己也不会同意。做南疆的王后难道不好吗？你们的王娶别国的女子真的好吗？能够得少嘴吗？臣心悦镇国公府小小姐已久，愿娶小小姐为妻，此生只她一人，绝不填房纳妾。我们南京国是不会跟南疆联姻的。今天是年30，又是我母后的寿诞，你们送来2只猛虎搅乐宫宴，本就居心叵测，居然还想着娶我们镇国公府的小小姐，简直是做梦！回去告诉你们的王，不服就开战！我们南京的男儿有的是，还不屑于用一个女子一生的幸福去换取短暂的和平。小祖宗，大人让我们告诉您，不能嫁人，那2个人都不是您的正缘。他自己怎么不跟我说？大人可能是在忙，没时间吧。大师兄在忙，没时间跟我说不能嫁人，却有时间让你们来告诉我。小祖宗，我们俩就是个看门的，大人的事儿我们也不知道。行吧，今天是年30，还有7天我就能回去了，让他和崔珏2个好好的藏起来，千万不要被我找到。行吧，今天是年30，还有7天我就能回去了，让他和崔珏2个好好的藏起来，千万不要被我找到。这次回去一定要把地府霍霍个底朝天，不然都对不起他们2个把自己当傻子这件事。永默举国使，使臣到。这件事一定与他有关，甚至就是他安排的。不知3位使臣这个时候前来，是有什么事情吗？我3人奉女帝之命前来取一人性命，选在这个时候，是不想私下解决，引起贵国恐慌。不知是谁得罪了贵国女帝。今夜是年30，
不如等过完年再商议此事如何？大年30到人家国家的宫宴上取人性命，你们永默起国还真是奇怪，一点忌讳都没有的吗？我们大人在跟南境摄政王说话，哪有你这狗东西插嘴的份儿？是我先嘴贱的，我活该。脸什么的跟命比起来，算个屁呀！回摄政王，我们路上因事耽搁，今日刚抵达京都，没提前送上文书是我们的疏忽。但此人性命，我们今天必须取走。女帝的原话是，不能让此人活到明年。摄政王放心，我们下手有数，不会弄得到处都是赃物。你们凭什么杀我儿子？永默古国又怎么样？永默古国就可以随意杀人了吗？我儿子一直都在京都，都没去过别的国家，他怎么得罪你们女帝了？你们居然在年30的宫宴上要了他的性命！哼，这种死法还真是便宜他了。本大人奉劝你，平日里别总想那些有的没的，有时间还是多管教管教家人，别让他们再做出些猪狗不如的事情，不然下次就不止他这一条命，太傅府怕是要灭门了。今日打扰贵国宫宴，实在抱歉，我们事情已办完，马上离开贵国，不会给贵国造成困扰。抱歉，方才没瞧见你在这儿，本大人还以为就是个黑点儿。下次想躺着，就往边上挪挪，免得谁眼神不好，一脚踩死了平白天晦气。是你，对不对？是你让他们来杀我儿的，对不对？就是你，你是从永默鲁国出来的，又是国姓。一定就是你！你恨我儿子苛待你女儿，害她丧命，所以就让人来杀了她，是不是这样？只有你的孩子是宝贝，别人家的孩子就是草芥吗？我女儿是我从小捧在手心里当眼珠子似的宝贝大的，现在你知道失去自己的孩子是什么滋味了吗？太傅，节哀吧。方才那永默与国的使臣也说了，是奉他们女帝之命来的，这事儿跟老国公夫人有什么关系？是啊，太傅还是赶紧将贝大人抬回去，料理后事要紧。我儿平白无故被永默古国的人杀了，请皇上和摄政王为我儿做主，他不能就这么白白死了。永默古国在南境宫宴上公然行凶杀人，这是明摆着不把我南境放在眼里。此事若不追究，日后其他3国是不是都可以效仿永默古国，来我南境随意杀人？这位大人多虑了，多虑了。我们2国是来与南境交好的，您担心的事绝不会发生，绝不会，这点我们可用性命担保。死了？不可能！你骗我！你一定是骗我的！小祖宗，用不用我把那傻子拘走？那傻子是我爹。那个，小祖宗，我不是有意的。没事儿，他本来就是个傻子。不过先别拘他，咱们跟他玩会儿。喂，你差不多得了，这么扑人不累吗？哎，你怎么还扑你爹呢？是不是想把你爹也带走？你可真是你爹的好大儿！你这个不孝女，我掐死你！就算下了地狱，我也要拉个垫背的！对，再撞，你继续撞！你这么撞我们小祖宗，一会儿我们连狙都省了。你为什么能看见我？蠢货就是蠢货，现在才反应过来。我问你，你为什么能看见我？你当自己是谁啊？你问我就要答。你是我的女儿。我不是，你的女儿早就死了，被你害死的。对，你不是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怎么可能那么狠心？但我不管你是谁，既然你占了我女儿的身体，就要把我复活。你在说什么鬼话？我是人不是神，你说复活就复活，就算你女儿现在站在这儿，她也只会让我把你打得魂飞魄散。薰儿，让那2个鬼吹把贝成平的魂魄带回来。让那2个鬼吹把贝成平的魂魄带回来。耶，大师兄，你不忙了呀？
能跟我说话了？薰儿，贝承平现在是你父亲，不管怎样，他都不能在你手上魂飞魄散，否则对你不好。你同情个屁！你忘了自己被薰儿追得满天飞的时候了。你们两个出息呢？小祖宗，那可是天雷呀！薰儿，快让那2个鬼差把贝承平的魂魄带回来！我没跟你开玩笑。你们老大发话了，让你们把那傻子的魂魄送回去，还不快去？难道刚才那天雷是因为……我知道了，不管怎么样，我是你爹。如果我在你手上魂飞魄散，你会遭天谴的吧？皇上，摄政王，我儿的死不能这么算了。贝太傅，本王以为永墨古国的女帝不会冤枉人，身为帝王，若随意构陷，永墨古国也走不到今日。所以本王建议你回去查查，看贝大人是否有什么地方得罪了女帝。带贝大人回去准备后事吧。今日宫宴到此为止。后面是7日沐休，望各位大臣过个好年，来年更好为南境效力。好了，都散了吧。外祖母，我身体有些不适，就不跟您回府了。我去找神医看看。外祖母派人护送你。不用了，华善的功夫很好，能保护我。而且那位神医性情古怪，不喜欢太多人知道他的住处。性情古怪，那还不是被您一次次洗劫出来的？贝大小姐，林三哥，我知道你的心意了，只是我现在有急事，咱们的事以后再说可好？林三哥，贝寻喜欢林安舒，不行，我得尽快弄清楚，贝寻到底是不是叶芝。华善，你去将张子时那货给我拎到城外10里处那片荒地上，我在那儿等你。大年夜居然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不知道我没有亲人吗？真是的，宫宴结束了也不来看看我，亏我还给你们准备了礼物。咦，怎么闪电了？虽然快开春了，但这会儿下雨会不会早了点儿？主子，我就知道主子放不下我，肯定是宫宴结束来看我的。哎，看我就看我呗，干嘛那么着急？还一身杀气，难不成大年夜还想着揍我一顿？大半夜出城，连华扇都不带，肯定去干见不得人的勾当。我非得跟过去瞅瞅不可。蜜蜂这货，我现在没时间阻止，只能由着他了。天雷要是在京都城内劈我可不想被当成妖怪。更何况在城里我不好跑，也不好还手。没错，我贝寻从来不会逆来顺受，坐以待毙。我的性格向来是，你咬我一块肉，我放你半身血。魏泽，京都城内有没有空旷的地方？空旷的地方，城内没有，但城外10里处有片荒地，在一处山脚下。那儿曾经有几个村庄，几年前暴雨引发拿湿流，官府把村民都迁走了，那片就一直荒着。大南夜去荒地，要劈就劈，在那儿吓唬谁呢？
天道，你是不是该进化了？分不清好人坏人是不是？那傻子把原主和他娘都苛待死了，还不让人还手。我跟你说话呢，你傻了。再说了，贝承平是撞到我金光上才魂飞魄散的，他自己碰瓷找死，跟我有什么关系？你好坏不分，枉为天道。就你这样，3界得有多少冤魂错案？